靠着讨债和替人赴死，不仅赚到了穿越后的第一桶金，在镇上也开始小有名气。呵呵，而且我还发现了，只要我的死亡是替别人出头，死亡评价就会比较高。死了那么多次，我的身体素质大增，现在的臂力达500斤，奔速每秒10米，远超常人。但也有新的问题，靠助人为乐刷的评价，目前最高只能到D。想要刷出高评价，我需要更高质量的死亡。据我所知，这是一个仙武共存的世界，大奸大恶之徒众多，高质量死亡必然要与这些人交锋。然而，我的身体素质和仙人武者比起来差太多，而且复活不会让我变年轻。显然我不会停止生长，我需要功法，有了功法才能找到新出路。请问，是讨债王乔木吗？啊，好绝的古典美人啊！他看不见，好像现实版的宁红叶呀。哈，是，我就是乔木。半年前，河阳乔家被5级会灭门，只有我一人幸免于难。这笔血债，你可能帮我讨回来？血债？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将我们河阳乔家的长生拳传授给你。你真的不姓宁吗？老板，来10斤精肉，细细的切做臊子，不要半点肥；再来10斤肥肉，细细的切做臊子，不要有半点精。这瓜保熟吗？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本人姓乔名木，就是来买肉的。老子把你切成臊子！看我绝招第8套广播体操，时代在召唤！嘿，呵，大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老子没忍住！就是杀人了！太疼了！啊，被砍死的感觉可太疼了！死得那么惨，系统啊系统，你可得给我多来点好处！哇，第一次刷出了 C 级，而且一下子就把长生拳入门刷满了，不愧是5级会的案子呀！嘿嘿，不能放过他，得让他多杀我几次才行。大人，属下今日杀了个小鬼头，那少年用的拳法是河阳乔家的长生拳，可乔家半年前被咱们5级会灭门，未留后代，此事蹊跷。难道乔家真有漏网之鱼来找我寻仇？不管怎样，乔家后人全部死绝最为稳妥。谁？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乃乔静，你杀了我弟弟乔木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嘿，看我家传绝学！嘿，100%空手接白刃！你的刀已经在我手里了，怕不怕？你要不要看看你的手再说话呀？刀被夹住了！去死！这厮为弟复仇，悍不畏死，倒是条汉子。死亡结算中，死亡评价等级 C 减。情况有变，刚才的密信如果寄出去了，反而会误导大人。敢杀我弟乔静，怎么又来一个？拿命来！也好，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就将你们都杀干净。求之不得。杀了小的又来老的，还没完没了了，到底有几个呀？有完没完？死亡结算中，
这是什么？新皮肤？死了4次，死亡评价逐渐在降级，长生拳的熟练度增长也越来越慢。对一门武学的掌握程度越高一级越难刷，看来我还得努力多死几次才行。只剩最后一次复活次数了，要不7天后再来。但是郑屠户已经怀疑我是乔家人，不能让他们察觉乔家还有遗物。和郑屠户的第4次对战也几乎打了个平手，长生拳恐怖如斯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趁他病要他命。这几个小子每一个都比前一个实力要更强一点，死的这个已经和我实力差不多了，应该没有了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当然有。啊！天降正义！哼！哦，郑屠户写给武吉会的密信，乔残雪的情报没错，郑屠户的确参与了河阳乔家灭门案。带给学姐看看，还能换点什么好处吧？你去哪儿了？我就出门逛了逛。不对，你的声音不对，你不是乔木。学姐感官真是敏锐。哎呀，别生气嘛，男人都有这一段。我不信，你可有证据证明你是乔木？你真的不姓宁吗？啊！天天福利，心情简直不要太美丽。我一定要给学姐搞个宁红叶同款套装。真是你，还是原来的味道。乔家灭族后，我的双眼一直蠢蠢欲动，是天眼将开的征兆，一切蛛丝马迹都逃不过的。你可别想着骗我哦。您可别瞎扯了，天眼，我还写轮眼呢。话说回来，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传授我长生拳练劲篇的第2章？不要好高骛远，想要练出内劲，首先要打熬气血，增长力气，这个过程少说都要5、6年。我这不是想快点给姐报仇吗？而且我感觉在练力这个阶段已经差不多了。嘴硬，来，姐姐给你摸摸骨，看你还差多少火候。好硬！你让我摸了什么？手臂啊，你以为是什么呀？我们相识才1个月就能练成这样，莫非你是练武奇才？不可思议，内力本就是水墨功夫，没有捷径可测，可你却……嘿嘿，既然你也觉得我练得不错，不如现在就教我后续吧。哼哼，将长生拳修炼到圆满，将达到老而不衰的境界，妥妥的修仙前置功法。我一定要尽快练完，这就是我的修行路线。你虽然练得不错，但也才练了1个月而已。待你练力完成，杀了郑屠户，我再教你后续。郑屠户已经被我杀了。怎么可能？不仅杀了，还从他身上搜到了密信，可惜密信上的蝌蚪文我看不懂。蝌蚪文是武吉会内部沟通的一种秘文，看来你真的杀了郑屠户。嘿嘿，我暂时还无法破译这秘文，我们先练功，听我给你传授口诀：有形虚假，无形助。熟练度没什么变化，果然靠系统奖励要比自己修炼快得多了，得找比郑屠户更强的恶人挑战才行。国家恶少来了，快跑啊！国公子饶命啊！哼，国公子出行，莫挡道。来人，将那边的美人带过来。之徒，我死也不会遂你的愿。先生，我家公子请你过去一叙。他说的美人是指无耻之徒！江郎，我来咒你，今天非得教训教训这纨绔。给我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娘们儿！这是什么鬼招式啊！公子，公子被劫持了！小子，给我放手！我爹可是阴池城主啊！所以呢？我爹马上就要来了，你跑不掉的。到时候
一定叫你生不如死！还有这种好事？本来我只是打算见义勇为，干掉这个城主儿子之后就等着被这群家丁杀死。但要是能让城主杀了我，到时候死亡评价肯定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吧？第一次出现死亡评价提示，所以系统也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意。我们不能连累你，大侠快走吧！嘿，公子，都别动，否则我杀了他！我很饶命，这座城都是我家的，你有什么尽管说，我都给你，求你别杀我！少说废话，快叫你爹过来！爹，救我！他就是郭岩，看起来的确很强。闭嘴！郭岩在武道上确实颇有造诣，只要一声喝，就能产生如此大的压力。这小子尚未练出内劲，只是个练力阶段的武者，也能将一人轻松举起，臂力过人呐！好像被千斤压着，好难受。青木，还能开口说话？一般武者被内劲压着，嘴都不敢张。胆色倒是不错。小友，不要冲动，有事好商量嘛。的确是国某教子无方，请小友放开犬子，国某日后必定对他严加看管。被我特意换了个欠打的表情，你怎么一开口就道歉啊？不是应该对我各种威逼利诱吗？这我还怎么让你打死我？我的死亡评价尚未掉，那就还有机会。你儿子当街抢掠，一句道歉就能息事宁人了吗？两位是明月宗的弟子吧？国某与贵派莫宗主也颇有交情，改日定会送上100两纹银作为赔礼。二位可否原谅犬子此次无礼？他竟然识破了我们的来历，所以这算是威胁吗？也是，这燕城本就是郭岩的地盘，我们也不能拿他怎么样。城主客气了，其实我们夫妇2人初入燕城，也有莽撞之处。这别算了，那郭公子伤的人怎么算？也不是1天2天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郭岩，赔点钱，道个歉就完事了。看你套路这么熟练，平常没少给你这倒霉儿子擦屁股。可是你儿子让护卫鞭打民众开道，当街抢人并非初犯，被他打残打死的人，你觉得应该拿什么赔？我觉得必须用他的命来赔。这小子软硬不吃，当真难办啊！小友不妨直说，要怎么样才能放开我儿？想让我放开他，很简单，除非我死。看来我们是没得谈了。这一下稳了，人生第一次高评价死亡，我来了。小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名乔木，无名小卒，无靠山背景，郭城主但杀无妨，快动手啊！还等什么？倒是颇有几分胆色，将他放开。啊！乔木，你胆色过人，确实并非常人。若是有意投身军伍，为国效命，随时可来我盐城城主府中报道。啊！这剧本是不是哪里不对呀？走了，少爷。爹，闭嘴！我平日里就是太骄纵你了，把他给我带回去。乔木，若是你打定了主意，随时可来城主府报道。城主公子虽然是个无用的纨绔，但城主大人还是讲理的。哎，咱们城主度量大呀！哎，那少年一时也是好运。这要是进了城防军，可不得捞一个军官当当啊！一眼我都想好了，为什么我还活着呀？这城主父子果然没安好心，居然不让我死！啊，长命锁竟然还亮着，是死亡评价还在上升的意思？我的死亡评价并没有随着城主的离开而消失，这是否意味着……哦，如果我现在去死的话，依旧能获得较高的死亡评价。可是为什么会这样？现在的我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吗？谢国公子。啊！我
我懂了，如果我现在去死，是作为当街怒骂燕城城主的少侠义士而死，而并非一个无名小卒乔木。嘿嘿，原来这才是长生不死系统的正确打开方式啊！只要我继续见义勇为，名望和知名度也会不断上升。作死成功，我就能变强；作死失败，也可以继续叠 buff， 提高死亡评价。所以不管是死是活，两边都是我赢啊！等到我最终死亡的那一刻，必将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高质量死亡。经过高人传授，我已知晓如何解读密文。那，这是那个蝌蚪密文的解读方法，你看一下，把信的内容翻译给我听。信上似乎是说，大炎皇帝近日要离开帝都出行，而武集会准备召集成员，刺杀大炎皇帝。武集会准备在哪里刺杀皇帝？皇帝的出行时间呢？有没有更详细的？这小本子上的密文不全啊，我只能拼凑出来看，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都解读不出来。武集会可真是胆大包天。不过如果是他们动手，倒还真有可能。武集会这么强？武圣人，号称当世第2武道至尊，他创立了武集会，并以一己之力覆灭了诸多武道世家与门派，并将各门各派视若珍宝的武学秘籍据为己有，供内部成员随意穿越，提升自己的实力。我们乔家的长生拳乃是初代祖师在名山中得仙人传授的超凡武学，最终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掌。我把长生拳传授给你，并不是指望你能消灭武圣人，只是希望等你练功有成的时候，能剪出其羽翼，好让我亲手杀了那个武圣人。或许我可以设法混入武集会内部。你练功练傻了，竟然要加入武集会？我先加入武集会内部，再作为武集会的刺客刺杀皇帝，这样大燕朝廷与武集会必然会不死不休。若是无法混入武集会，便继续对付其成员，获取刺杀皇帝的完整计划。届时我作为刺客搅局，嫁祸武集会，助你速报大仇。异想天开，这几乎是十死无生的。这可是有机会成为刺杀皇帝的刺客，要是作为刺客而死，说不定是可以在史书上留名的，这样的死亡评价肯定很高啊！而且，一个当世第2武夫建立的组织，拥有大量的武学典籍，其中还有长生拳完整版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练级地吗？完美！武圣人既然如你所说的那么强，想要复仇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最多只能给武集会造成点麻烦罢了。所以这是最好的办法。可你会死，死有何惧？没有说谎的味道，更多的是激动兴奋的情绪。他是认真的，可是他图什么呢？长生拳与他的生死相比实在不算什么，我还有什么能给他的？难不成他缠我身子？你这是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呀？只是觉得大恩无以为报。还有什么是我能为你做的吗？是吗？乔木这样的义士，我怎能想到那去？实在不该。这么说来，还真有一件事，而且只有你能做到。是什么？保密。既然他不怕死，姑且让他试一试。好。说起来，你还知道附近一带还有什么其他武集会的成员吗？有。燕城的城主郭岩。原来是他。爹，你为何不教训乔木这个恶徒，反而还要招揽他？何必急于一时？他的事已不必再管了。乔木被抓时，看当时百姓们的表情就知道，这不孝子在盐城积累了多少民怨。我若当着百姓面把乔木杀了，
苦心维系的城主形象岂不是瞬间被毁？不如招揽一下那个小子，既能平息民怨，还能落个宅心仁厚的好评。早该让人敲打敲打了，否则早晚惹出大祸。最近1个月，你就禁足在府中，不得外出。为什么呀？这段时间，当今圣上可能会到访这盐城一带，将你禁足，是免得你又惹来了杀身之祸呀。大元皇帝，这消息可靠吗？皇上的出行情况，又怎么会和你爹交底呀？谁知道会不会引来刺客？可那乔木，他会应邀加入燕城守军吗？无论他是否应邀入我燕城守军，都有的是办法对付他。若是他加入，那就更好办了。今日城外东山，不是山贼猖獗吗？到时让他上阵送死便可。你把人家儿子打了，他还要招揽你加入燕城守军，多半有诈。所以这城主府我去定了。你执意做这九死一生的事，那我这里还有一门功法能传授给你。天魔解体大法。这是我乔家收藏的武道秘法，可以自损经脉为代价，在瞬息之间爆发人体潜力，让内劲瞬间暴增1倍以上。竟然还有这种好东西！当然，首先你得练出内劲，才能使用这置死地而后生的搏命之法。乔木，你行事颇有古人侠义之风，这样的心性契合武道，所以武道晋级很可能会比常人更快。我赠你天魔解体大法，并不是要你去拼命，而是希望你能有机会活下去。我明白。这是乔木，资质一般呐，这是练力极限吧？本府长要9品那些。大兵长，没关系呗，他敢抓城主公子，城主夸他有勇，破例胜。等着吧，战场厮杀靠真本事，他混不了几天。又学会技能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死一死，升级啊！那个头儿，我听说你想求购一些武学功法。是啊，老黄，你有吗？头儿，我姓白。你那口老黄牙叫什么白呀？就叫老黄。你去，懒得跟你们瞎掰扯。头儿，我这是一门硬功，你要吗？哦，硬功，我现在还没有练出内劲，要是有一门外加硬功护身，还真不差。头儿，你不妨先问一问老黄，他说的硬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铁裆功。哦，我乔木平生最喜欢钻研武道，这铁裆功我要了，开个价。哎呀，什么钱不钱的，这铁裆功就当我孝敬头了。那就谢谢你了。4个月前，我怀孕的媳妇儿被仇家的郭公子凑了一鞭子，孩子没保住。头儿，您替我报了仇，算是我的恩人呐。哎，你不必如此，功法我不能白要，日后定有回报。说嘛报不报的，这是我报恩。头儿，楚校尉请您去一趟。这城外东山有一个号称山贼王宋河的，尤为猖狂。区山贼也敢称王，真是笑话。而且这宋河无恶不作，近半年就犯下了白起案子，掠走了不少良家妇女。那些被他掠走的女子，运气好的还能放归回来，运气差的直接就死在了他的寨子里，简直禽兽不如。这山贼必须得剿，不剿不行。对，所以我准备分出一支千人军，5日之后便出城剿匪。听闻你勇力过人，那
那么本次剿匪以你部为先锋如何？哎，领命。千人军有10位百夫长，除我之外全部都是9品武者，却偏偏选我为先锋，说我勇力过人。哼，是城主终于出招了吧？找这么一个蹩脚的理由，嘿嘿嘿，也是时候死一死，让我手里的筹码变现了。这小子是真傻还是有底气？怎么这么爽快就应承了？我得仔细了，城主交代的事可不能出变故。头儿，这带我走啊，要不我来带路？很不定是藏在西边那小山谷里了。行，就往那儿去。你当心点，情况不对立刻躲我身后。头儿，您真是我遇到过最好心的人，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拖后腿。这是军令哦。好您嘞。走你！哎，头儿，我跟你说，嘿，我家大娃从小力气就大，哎，今年才15岁啊，就能举300斤石锁了。头儿，你15岁时候嘛样？15岁，我刚出道的时候就被敌人一刀砍死。哎呦！哈哈，龙卷风摧毁停车场。电视剧里果然都是骗人的。哦，啥呀？嘿嘿，山贼终于来了，长命锁又开始发光了，谁也不能阻止我今天送人头。跟我上，我带你们打。这也太猛了吧！就这，拿伤药来，给我止血。头儿，你为我挡这3剑，我老黄实在是无以为报啊！哎，别！哎呀，这些山贼就是逊啦！本来想送人头，奈何敌人有点弱，只能下次继续努力了。头儿，你回报老黄的方式，难道就是救他性命？怎么，和尚你也有功法要给我？我的功法秘籍倒是没带在身上，回城一定献上。真是的，还能遇到给大头兵挡箭的长官，我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小意思，等我先剿了这帮山贼。谷口狭窄，谷中草木高大，前面很可能有山贼埋伏，诱敌深入。老黄，这个山谷有名字吗？没有，怎么了？既然没有，那就叫落木谷好了。嘿嘿，这名字真吉利。等会儿要死在哪里好呢？您这是来打仗还是来旅游的？小莫，为何你停步不前？我不是要你往前探路吗？前方是个山谷，恐有埋伏。你是先锋，有无埋伏是你该考虑的事吗？若真有，我等也自会救援。我看你是怯战吧，还是说你要抗命？抗命更好，我便可以立即杀了他，完成城主的命令。领命！啊！哎，头儿，谢谢你，我的好兄弟！我要成为抗击山贼而战死的男人。等我将筹码变现，回来就送兄弟你上路。杀！山里藏了1000来号山贼，咱们带的人可不够啊！发什么愣？跑啊！嘿！头在冒死，给我们断后，我们也回去吧。都给我走，不准回来，这是命令。不得擅退，违令者斩。我若不死，我麾下100人就得陪葬。头儿，要死一起死！对，冲啊！滚开！你想你老婆守寡吗？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去送死啊，头儿！那就把眼睛闭上。对，那就把眼睛闭上。要死，我先死。别怂啊！放马过来！来，再多一点！我能感觉到有一股力量要
破体而出。这小子居然练出了内劲，20岁就练出内劲的武者，要么天赋过人，要么心性过人。不过刚练出的这点内劲，又够他多成几个呼吸。不对劲儿，他才刚刚练出内劲，怎么可能如此浑厚？应该是某种爆发性的秘法。原来是天魔解体大法。居然用这样的招式自断后路，这下他是死定了。头儿，退下！有我乔木在，谁都别想跨过这条线！别怂，都给我冲！杀！乔先锋义薄云天，我等绝不辜负！给我冲！给我杀！围剿结束，回城。回燕城，这些山贼只是逃了，还没完全剿干净呢，而且还没找到山贼的山寨。山贼示众，不可冒进，遵从军令，回城。我呸！你现在知道不能冒进了，你早干嘛去了？让头去送死吗？事已至此，咱们把头的尸体带回去吧，总得给头的家人一个交代。头家里似乎有个眼盲的妹妹。头儿，yes， 不愧是 B 级评价，能够一次提高那么多技能的熟练度。如果说 C 级是10年的修炼效果，那么 B 级就是20年的效果，简直爽飞啦！不知道 A 级评价的话会如何？高质量死亡让我的枪法也更精准了。接下来，该去谢谢那位让我筹码变现的好兄弟了。天冷得真快呀，动作麻利点儿。落木谷，这是头进山之前刻的。头在进山之前就怀疑有埋伏，但军令难违，不得不入。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死志。头是为我们而死的。喂，你们在谈什么东西？回禀大爷，司白副长乔木的尸体。乔木的尸体？狗娘养的，难不成连我们给头收尸也不许？白副长乔木力战山贼而死，确实不该让他曝尸荒野。还不都是你害的！城主交代的任务完成，尸体再送给公子，说不定还能升个都统做做。乔木不是还有个妹妹吗？本少尉一定帮你好好照顾她。滴血！滴血！嘿，我杀了楚校尉，士兵找到我，我马上就可以再死一次了。刚山顶上那个人影儿，你看见了吗？看到了，是山贼偷袭。对，是山贼。山贼又来了！有高手！山贼快撤！回来了！怎么都跑了？我台词都想好了，你们人跑了。听这声音，似乎是老黄喊的。好你个老黄！我好心救你性命，你却害我不得好死。你这一喊，我还怎么刷评价呀？不过，
这山贼来了，来得正好。你们果然是假意撤退，暗中埋伏。来呀，我绝不会向尔等低头。我现在半残了，很好杀的，大爷们赶快上来收我人头啊！闹鬼啊！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们别怕，我已经死了。现在我是我大哥乔林。我是你个鬼！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那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乔木是我弟弟，你们杀了我弟弟，我要为我弟弟报仇。哎，他看起来的确年长一些，我刚刚还看见他投枪刺伤了官兵的头领。喂，你还真信呢？他肯定是个逃命鬼，就是那个官兵头领害死他的，下一个就是我们了。喂，别求求你了！那是山贼王。老大，救命啊！有鬼啊，老大！被山贼小兵击杀能达到 B 级评价，要是被山贼王击杀，那不得直接 A 级呀！宋河，还我弟弟命来！这位壮士，你就是山贼王宋河啊？是山贼王宋河，我姓王，名宋河。山贼头子竟然是个病弱的读书人，装的吧？哎呀妈，老大，他说他叫乔林，是那个乔百夫长的哥哥，他还杀了那个守军校尉呢。乔百夫长是条好汉，乔兄弟杀了楚校尉，同样是有勇有谋，不知可愿入我东山呢？你要招揽我，杀我弟弟，不怕我报仇？如今这世道，你杀我，我杀你，哪有什么对错可言呀？你说的没错，但大丈夫生当无仰无愧，岂能以打家劫舍为营生？我乔木只是个无情的刷评价机器罢了，所以快来杀了我吧！对头，生气了吧？生气了就快来干我吧！装傻孙！乔兄弟，不妨猜猜看，我们这么多山贼是怎么来的？苛政猛于虎，燕城闹饥荒，你们都是逃难来的吧？苛政猛于虎，苛政猛于虎。乔兄弟此言真是精妙啊！哼，那可不，乱世谋生，着实不易。庐顶之山，人心之山，虽无形，却让人步履维艰，脊梁尽断。山贼王宋河，愿为破开这诸多大山的贼人，为天下苍生。小兄弟，我且再问你一遍，可愿与我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？但是我拒绝。所谓行胜于言，你们是山贼还是起义军，终究要看你们的所作所为，而不是口号。是否名不副实？乔兄弟，不妨亲眼到我山寨之中看看。这倒是可以。王宋河虽说是在招揽我，但只要我去了山寨，知道了他们的藏身之所，再拒绝，他们肯定不可能放我活着离开。我又要死喽！嘿嘿。这里与其说是山寨，不如说是个山中村啊。哦，怎么还有老人小孩？啊，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。我们碰上了，就带回来安置了。燕城表面的繁华，是城主郭岩制造的假象。他早就驱逐了流民，但百姓苦难，源于大燕国运衰败，皇帝只顾讨好先人，官员更是为虎作伥。我曾听说过仙人，但从未见过。王先生可否详细说说？你用长生拳，应是乔家一脉吧？没见过仙人。你知道长生拳？你是武技会的人。长生拳啊，来历不凡，可不是只有武技会的人才能看破你的拳路。小兄弟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请随我来。这便是仙人。一座雕像？不，这是一位修仙道人。
如今这世道，道观都会供着仙人的。可恶啊！修仙世界突然就有了实感，有种这么长时间白干了的感觉，怎么回事啊？武者与修仙者果然差距还是太大了，铁当宫大圆满可能一战呢！仙人与人本就是同根同源，但仙人高高在上，并不将凡人视作同类。他们豢养人族仆役，栽植灵芝，耕种灵田，广纳信徒教众，掠取众生愿力，实则从未保佑过凡人，视凡人为牲畜物件，若有不从之心，随时会被诛杀。可笑的是，凡人被奴役而不自知，从生到死都是仙人手里的资源。哎呀，996是福报啦，年轻人不要计较得失。代入感很强，已经开始生气了。高收益伴随高风险，要刷最高评价，与仙人一战不可避免。系统对上仙人能玩到什么程度？不如试试。乔林兄弟，我等生来自由，谁敢高高在上？去！这山贼心肠歹毒，竟然挡我死路！你不是说仙人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干嘛阻止我？而且，你刚刚用的是仙法吧？乔兄弟，莫误会，我只修术法，不修仙。所谓习其术法，以治仙人。这仙人呢，确实该死。我恨不得这天下无仙。无仙，只是乔兄弟这么做有些鲁莽了。砸了神像，说不准会引来仙人报复的，甚至天罚。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最好马上来一道天雷，把我给劈死。呸！这人怎么不听劝啊？乔兄弟竟然不为仙人到如此地步啊！行了，你别激动了，血飙的停不下来了。我懂你意思，以后小心点了。话说回来，武道真的弱于仙道吗？武道重肉身，仙道重神魂。若要比较，当今武圣人实力尽仙，但仍未达到武道极致，因武道无巅峰。仙人强在了术法与长生，凡人难及。但仙人修行缓慢，闭关常常需要数十甚至数百年。武道修行快，若能突破寿元限制，未必就弱于仙道。这么说来，长生拳就是我修的出路呀！我有复活系统辅助，能快速练至武道巅峰，配上长生之力和不死之身，与仙人合一。成仙哪用苟个几万年，莽就完事儿了。这人为何有些疯疯癫癫的？我是不是看错人了？话又说回来，王先生，你看我有修仙的资质吗？这修仙之法还是要找的，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若无灵根，是不可修仙的。那敢问王先生，我铁灯功满级了，算不算铁灵根？铁灵根。属在下孤陋寡闻，帮不到阁下，快收起神通吧。乔兄弟，若是没有其他问题了，就请自便吧。去哪儿啊？你之前不是要招揽我吗？我知乔兄弟胸怀天下，侠肝义胆。我这小庙容不下您这尊大佛。不行，乔林实在是太莽了，留他下来，保不齐会坏了我的大事。可是放我离开，你就不怕泄露了这山寨的位置？不考虑给我灭个口啊？乔兄弟不像是会做这种事的人。况且我们惊动了官兵，本就打算迁徙离开此地了。好吧，不耽误你干大事了，有缘再会。切，算了，这趟算我白跑，死不成了，先回燕城吧。快一点，说不定能赶上吃我自己的席。
你们是谁？我们公子是城主之子，乔木剿匪英勇，公子带城主来慰问家属。生得这么好乔木看，他怎么了？可惜是个女他怎么没回来？还是个瞎子。乔木，他没了。没了？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死了呀。我不信，乔木他没这么容易死。哎呀，是我不好，已经把乔木的尸体带过来了，却忘了告诉你。过来，你是乔木的家眷，辨认一下呢。干嘛？哦，你看不见啊？那我给你形容一下乔兄弟现在的样子。乔木四肢都被打断，身上少说也有50个刀伤剑伤，脸上更是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尸体是假的，我也是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我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你心里会不会好受一点啊？欺人太甚！我要杀了这无耻之徒！哎，别冲动呀！哎呀，和尚，这可是郭公子，没办法的呀。哎，等他走了，去帮姑娘安葬了头，再给姑娘一些银钱，好让她呀别再遭罪。这么点反应，哭都不会哭啊你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换一种方法让你感受感受吧。鸡汤来喽！燕城人人都在传，说这乔木侠肝义胆，你来尝尝这侠肝义胆羹是否别有一番滋味。来人，为姑娘喝汤。你快喝吧。不咸不淡，味道好极了。狗一样的东西，你谁啊？敢抢食！我们是乔百夫长手下的兵，老黄脑子不好，就爱吃，公子别见怪。哈？有完没完？好香啊！谁啊？没看见本官？喝汤多美啊！能否也分我一杯羹？头儿，乔木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好像还真不是头儿，比头儿还猛一点，还猛一点。乔木已死，你是谁？我名乔林，乔木是我亲弟弟，亵渎我弟弟遗体，我乔林就是豁出性命，要拉你们一起上路。多少斤两说多大话，你不说撤，我们下次再来。恐怕只要郭公子一回到城主府，那边的后手就要来了。我得抓住机会，赶紧再死一次。明日，我乔林将送我弟弟乔木遗体入土，就在城外土山安葬。这小子话里有话，明天他会出城，想要过招，明天尽管去找他便是。哎呦，正好饿了，没想到还真赶上吃我的弟弟的戏了。这汤不能喝呀，这是你弟弟的。这就是猪肝猪心啊，不是你想的那种东西啊。那个纨绔的话你们也信？况且我听我弟弟死得惨烈，内脏俱碎，哪够做羹汤啊？哎呀，头儿，看样子没穿帮。痴女，姑娘，乔某今年20有8，家中有13房小妾，各有18般武艺，36式翻云覆雨散手，请你自重啊！乔林兄弟，这是官府给的抚恤金。啊，这当真是官府给的抚恤金？我弟弟这才死了1天，官府的效率有这么快？这是自然。看这样子，多半是他们自己凑的钱吧。抚
抚恤金就不必了，我不稀罕官府那点臭钱。你不要抚恤金，那秘籍总要的吧？昔日白府长乔木曾与我约定，若我能回到燕城，便会将这秘籍赠与他作为谢礼。嘿嘿，又是一门硬功，必须得修。嘿嘿嘿嘿。残雪姑娘，我常听我弟弟提起你，明日我与城主方必有一战，希望你能尽快离开燕城，免得再被波及。少女，你在玩火！我乔林苦练铁当功多年，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，你这身板顶不住的。别演了，你在故意说怪话，扰乱我的判断。哎呦！你身上的气味，说话时的嗓音，每句话收尾语调，都是乔木。目不识物的盲人想要在这乱世之中孤身存活，果然要有点本事的。学姐，你真的不姓宁吗？看来我猜对了。所以你是怎么骗过他们的？化妆易容吗？差不多吧。我身受重伤，战友们以为我死了，后来有幸见到王颂和仙长，是他救了我，还帮我骗了他们。仙道一人，原来如此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乔家为武道大族，不愿与异人来往，现在竟也认可仙道了。我双目巨盲，在武道一途上走不通，但或许可走仙道。哎呀，不然又要开启灭族之夜后天眼相开碾压武圣人的故事了吗？乔木，收手吧。外面这座城都是过眼的人，他是6品武者，加上军营官兵有数千人，你才刚入8品，还因天魔解体而元气大损，敌不过的。所以你收手吧，让我来。啊，送人头也要和我抢？其实今日我才意识到，我有心复仇，却无实力，用秘籍换你代为处理，却又不忍见你因此而死。这种半吊子的念头，绝无复仇成功的可能。明日我便离开燕城，去寻仙道。你也不要再与过言斗了，你为我姐姐送掉性命，我无以为报。这本波纹叠浪镜送你，它能发出多重内劲，让内劲不断堆叠，越堆越高，进而发挥出超越极限的威力。波纹？难道说是？这是我族代代相传的乔家功法，收下吧，乔木。这是我最后一本秘籍了。学姐不至于这么大反应吧？哦，对了，学姐是不是忘了答应过我的事啊？这本台词大全你还没给我读完呢。你有你要追寻的道，我亦有我的道。此道莽道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好，我在城外的破庙等你7日。7日后，若你没来，不，若你来了，我们便一同启程。乔木的亡魂出现了！不是让你禁足，又做什么去了？阿福，你也跟着。城主恕罪，公子只是慰问乔木家眷罢了。但我们又见到了同乔木长得一样的人，自称乔林，是他兄长。据我观察，乔林与乔木身高有1寸之差，长相相似，但能看出年龄不同。乔林实力如何？刚有8品，气血有亏，甚至降到不到9品巅峰，不足为虑。乔木刚死，乔林就到，此人不简单呐。阿福，你亲自去，记住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啊！是。啦啦啦啦啦啦，嘿啦啦啦啦啦，我送我出殡，心情很美丽。弟弟啊，你去了下面，留我一个人在这世上可怎么办呢？我的眼睛，这里面混了石灰粉，这可是你弟弟的骨灰罐啊！也要兄弟一心，并肩作战。老贼，受死吧！
区8品，老夫就算瞎了眼，也能除了你！啊！多谢兄弟。区两兄弟也敢得罪盐城城主，斩草除根再容易不过。我该回去复命。呀，老贼，欺负我乔家无人。幸好我动手快，否则就要同时面对孪生兄弟2人了。天魔解体，又是天魔解体！就这么喜欢送死吗？哼，不过如此。你好。他怎么还没死？我刚死了，但我又活了，是不是想打我？细狗，你全套棉花做的吗？装神弄鬼，以为假扮成同一个人就可以乱我心智？你们乔家人怎么起手就是一个天魔解体呀？不怕死吗？你们都不是人吗？回头见。回头见。天魔解体，神弄鬼，假的，全是假的！休想乱我心智！给我死！不管你是人是鬼，我都会让你绝无复生的可能。告诉你个鬼故事，脑子刷新了。放开我，你个疯子！上天的馈赠，江江，任务完成。啊，怎么只有D呀？技能增长也几乎没了。我目前只有8品中级，还没出现气海玄位，果然品级越高越难突破。哇哦，竟然可以设置复活点！有了这个功能，以后可以在敌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复活。嘿嘿嘿嘿，这么好的功能，当然要赶紧试试了。嘿嘿嘿嘿嘿嘿。我去，怎么是他？直接去城主府再莽一次。嘿，冲！哈！复活那么多次，还从没庆祝过，今天就好好吃一顿。感谢各位大厨。狗鼻子就是灵啊！到吃肉的时候，自个儿就知道往后躲跑。哼，臭小子来得正好。啊！里面的都聋了吗？还不开门？啊！大黑，给我咬！啊！好狗。安静，你只需要回答我的问题。这城主府中入了品的武者有多少？我店是6品，另外2人7品，其中1人是符术，他刚才冲上去杀你。另外一个叫周文，8品的话似乎有5、6个，9品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知道武集会吗？或者大炎皇帝秘密出行的事？你怎么也知道？别废话，说重点。我说，我爹说皇帝可能在1个月内到燕城一带来，让我最近别惹事儿。具体的时间呢？行程安排呢？我如果现在回答他一定会立刻杀了我。我要想办法把他从厨房引出去，最后引到爹那里去。这种重要的情报，我哪里知道的那么详细啊？留你何用？不过我带你去我爹的书房找，那里有密信的原件。哼，这是想把我往郭岩那里引呢。哼，我还正愁他不出手呢。不过，我也不会让你这么好过。下套是吧？乔大侠，我还知道我爹的一本绝世武功秘籍藏在哪里，到时我一起给你啊！求你别杀我！什么秘籍？那本秘籍叫武圣离心诀，我爹经常偷偷练来着，绝对是上乘武功秘籍啊！
嘿嘿，武圣灵犀诀，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样子。前面带路，别想耍什么花样。爹呀，你在哪儿？这么重要的东西，郭岩没上锁？除了我，没人敢未经允许进我爹的书房。这功法怎么回事？不讲呼吸吐纳，也不讲拳脚兵器，而是讲直觉，炼神秘法，直觉敏锐，料敌先机。这么玄乎？这功法这么少？不会还有下半本吧？好像在我爹的机要密室里还有，不然我领你过去看看。别耍什么花样！乔林就在我背后，只要我有所异动，就会动手。但他看不到我的表情，一定有办法摆脱他的。如果说这城主府中谁最有可能救下我的，也只有我爹和周文呐。爹不在书房，一定在机要室。只要能到机要室，我就一定能活下来。是周文，我有救了！公子，快来救我！我被这家伙挟持了！不对劲儿。他领会到我的意思了。公子请自重，休要冲我抛媚眼儿。我周文已经年过40，已有妻室，不好男风，更无意那3人行。救我！有刺客，公子遇害了！刺客在哪儿？城主！终于逼得你出手了，顾言，有本事立刻杀了我！别留手啊！老子可是修了铁布衫的人，这点力气可杀不死我！为何要杀我儿？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乾坤不报，我来报！给个痛快！乔林，你死之后，我会把你的尸体挂在城门楼上报审时日，以祭吾儿亡灵。城主最恨挑衅他的莽夫，恐怕要废了这乔林全身经脉泄愤，说不定还会用千万种法子吊着他的命，让他活受罪。接下来就是推进式。一口人侠气，千里快哉风。你小子倒是好兴致，这档口还能念诗。天魔解体！这小子竟然还留着杀招。好，这小子要跑。此人竟刚烈至此！混账！这么多人，竟让一个废人跑了！来人，去乔家，乔家人统统处死，一个都别放过！是。周文，你下去捞尸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。是乔林，快把他捞上来！只3日，乔林勇闯城主府，单杀郭公子的英勇事迹便在燕城内外传开，几乎所有人都在为这位下落不明的好汉祈福，除了乔木，
你上回能得仙长相助，这一次也一定会没事的，对吧？什么情况？我咋还没死啊？这伤，这剧痛。乔林，你在城中的所作所为，我都已经听说了。救助侠士，人人有责，你不必太感谢我。不用说了，我都明白。为什么还是治好我？用心歹毒如此。放弃吧，别治了，当我求你。乔林，你没事吧？乔林莫非是自觉已无力回天，不想拖累我们山寨，到了生死关头还不忘替旁人着想，果然是侠义之士。乔林，我知道你现在遍体疼痛，生不如死，但是千万不要放弃。我王颂和绝不会坐视一名义士就这样死在我面前。活着就有希望，撑下去。老天爷呀，快救我脱离王颂和的魔爪吧！乔兄弟，永垂不朽啊！虽然耗时长了点儿，但好在终于还是死了。不过这出无效抢救倒是让这次的死多了几分传奇宿命感，连带着评价也提高了，不亏。出现丹田气旋了，我从8品中期跳到了7品巅峰。这次复活，有种一下子跨过了几十年岁月的感觉。圣灵吸诀入门，几门硬功也都有增长，这效率可真不是一般的硬。什么人？你们是谁？你怎么会长得跟寨子里那个一模一样？你是什么人？为何窥视我山寨？兄弟什么的都用过了，我每次复活随着气血增长，看起来都会成熟一点。这次用点别的。我姓乔，名乔森，为寻找我儿乔林而来。莫非他就在此处？等等，乔林他爹这么年轻，你看着也不过30吧？这就是长生拳的功效吗？学姐说长生拳大成之后可长生不衰，原来还没什么实感，现在我才练尽偏精通，便有周身精血旺盛不衰之感，一定要早日弄到后半卷。早睡早起，勤修苦练神功护体罢了。诸位，可否带我见见我儿？这个嘛。王先生，吾儿死得其所，此举大义，不必悲伤。只是逝者的事情已经了结，活人的事情还得继续追究。那燕城城主郭岩害死了我2个孩子，我过几天就去杀了他。怪不得乔家兄弟都头铁到那种程度，原来是你这个当爹的教的。王先生，我看得出你虽名为山贼，实则胸怀天下。不知可愿与我出山，共举讨国大事，一同为百姓谋一条活路。这话好耳熟啊！我现在是7品巅峰，与郭岩单打独斗尚有一战之力，可郭府又不止郭岩一个，还是找个帮手比较稳妥。乔森此人修为颇高，如能借他之手除去郭岩，的确是桩美事。可他与乔林一样，行事鲁莽，容易坏事。还是先把人稳住吧。你一眼就看出我心怀天下，并非普通山贼，在下佩服。但对付郭岩此事，可从长计议，不能硬闯城主府。那你慢慢想吧，下定主意了再来找我。等等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你们不是说郭岩的手下在四处寻找我儿的尸体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吗？我先找个人把他送过去，以免那些狗乱咬乱吠，扰了你的大计。
什么？你要把乔林的尸体送到郭岩手中？郭岩行事乖戾，他有乔林的尸体，是要将他亲手挂上城门，曝晒示众，这是要乔兄弟死后也不得安息啊！哦，是吗？那我儿的尸体就是很好的诱饵了。郭岩若是能因此离开戒备森严的城主府，更方便我们下手。这位大哥，乔林可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不必多言，若是能杀郭岩，我便是代我儿做诱饵，也心甘情愿。乔兄，啊不，乔叔大义，王某自愧弗如。我这就安排家世清白的医师，将乔林的尸首呈报上去。这几日就请你在寨中小住，静候佳音。帮手有了，刺杀计划也初具雏形。接下来该想想，过2天刺杀郭岩时，我应该怎么装？怎么人前显圣，提高评价呢？好说好说。连武集会行选使都查不到乔家人的踪迹，难道说乔木乔林只是在扯大旗，假装自己背后有一个所谓的乔家？居然差点被2个毛头小子骗过去。家主，乔林的尸体找到了。哦，尸体呢？快带我去看看。不是作伪，这的确是乔林的尸体。小的听说那乔林在医师家白白折腾了数日，才痛苦死去。查一下那医师有无问题，若是没有，本城主明日便亲自将乔林尸体挂上城墙。城主有令，今日封城，外人不得入城。郭岩这老匹夫还挺警惕，挂个尸体居然还封锁城门，就这么担心人群里再钻出个乔家人吗？好在我早有对策。王先生，你我虽结盟，但还需分头行动。乔叔莫非已有计划？我需要你们潜入城内，等郭岩离开城主府，就制造混乱，拖住援军，而我就直接去找郭岩，然后亲手宰了他。您是打算独自对付那郭岩？对，我意已决，你可别想跟我抢啊！送人头这种差事，没人能跟我抢，没有。刺杀郭岩是这次计划中最危险的一环，想不到您竟愿意主动承担，为我们这些小辈披荆斩棘。我对您的敬仰就如滔滔江水，绵延。停！小王啊，我就是不想你们抢我的风头，哪儿就那么伟大了？啊？实不相瞒，我乔森生平独好人前显圣，你们别抢我出风头的机会。另外，你们搜刮郭府时替我顺几本秘籍，就算帮大忙了。就为了这点小事，不惜把命搭上，你比乔木乔林还要忙啊！我们继续说正事。小王，你说过自己是在河边遇见我儿的，对吧？可他应该是在城主府内跳井落水的。据此推测，城主府井下应该有一条直通城外群山的地下河密道，你们明天就顺着这条密道走，保证神不知鬼不觉。果真有密道，弟兄们，咱们今日便潜入城主府，配合乔前辈击杀郭贼。出发！算算时间，王颂和他们应该已经找到密道了。那么我也该开始行动了。这高度好，摔下去肯定死得不能再死了。系统，这次把我复活在之前设置好的复活点。这个功能可太好用了，直接在城内复活。封城又如何？郭岩，我来了。不是说城主今日给郭公子出殡，为什么别人穿丧服披送？
么时候是个活路？开关提示。那是谁啊？怎会死得如此凄惨？好像不是郭公子啊。有点眼熟，看着好像是之前打了郭公子的那个义士。哎呀，真是啊！昨天听叔叔的讲，有个叫乔林的闯了城主府，就是他吧？哼，这可不是出殡，而是游击。郭岩豪横的手段，竟然借此来威慑众人。我恐怕再有侠士，也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。义士，姓乔的算哪门子义士？白日硬闯城主府杀人，按大严律法就是死罪，当斩。硬闯民宅，胡作非为，这种事郭公子以前做的少吗？就是，那时怎么不见你跳出来说他违反大严律法了呢？如今严惩恶妇遍野，城主却不管不问。按照律法，第一个该死的就是他。哼，一群臭乞丐还敢扯什么律法？我城主大人，给我打！虚荣机民，为报一己私仇，封锁全城，致使良家飞长，官商勾结，草菅人命，你们迟早会遭报应的。饿死也是你们活该，粮价上涨，不会多挣点钱吗？内城的春香楼不是还缺盗夜香的龟奴吗？可别，那穷酸味儿会脏了我的英英姑娘的。像你们这种贱民，还是早点死掉，投胎当狗也比现在强啊！没错，就跟你们说的那姓乔的一样。我的头发！臭奸商，你也别有志气！兄弟们，杀！别！快点救命啊！快点救命啊！城主！城主大人，街边好像有人在闹事。不用管，一帮刁民而已。明天抓几个，杀一儆百就是。城主大人，有刺客！快保护大人！快保护大人！就差一点儿，只要我再躲慢一点儿，这长枪贯穿的可就是我的脑袋了。郭岩，你杀我家人，还拿他失手示众，此等血海深仇，乔家理当1000倍奉还。乔林，你没死？不对，不可能！错，我是他老子乔森。乔家人还有同伙？他妈的，到底有多少个乔家人？什么乔家不存在？不及悔悟！还愣着干嘛？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来呀，千万别留手！杀！杀！快放箭！这是什么怪物？单枪匹马就破了军阵，你慌什么？我们这边的猛人还没射呢！不许退，给我顶住！我走。
该死，乔家人都不为死的吗？怎么就偏偏被这群疯狗给缠上了？而且这个乔森和那个乔林未免也太像了，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郭岩老贼，你跑不了了！城主，你先走，我来挡住他。我给我儿子报仇，来干什么？住口！你儿子杀了城主的儿子，他死有余辜。那小畜生平日常欺压群众，无法无天。我儿子就是为民除害。你这恶徒，没资格诋毁我家公子！哼，不愧是郭家养的狗。请问，你的狗环呢？住口！你就算死，我也绝不会让你再前进半步。你是条好狗，可惜跟错了人。周文可是7品武者，在他手上竟然连10招也未过。城主还没有出手呢。周文干得不错。城主，这就是与本城主作对的下场。乔家人再多又如何？来一个我杀一个，没有人可以撼动我的地位。死亡评价等级 A， 本次死亡奖励技能点56点，恭喜宿主首次刷出 A 级评价，开启自由分配技能点数功能。什么鬼？还告诉我说复活是靠命的呀！所以这是新手保护期，一次性把我之前欠下的债全扣了。早知道我只练长生拳了呀！如果全点在长生拳上，我已经是半个仙人了呀。还好 A 级评价给的奖励慷慨，不然亏死了。罢了，不计较，我还要去报仇呢。城主，叫上所有人，火速回府。是。不要放他回去，我们要为乔义士报仇，杀了郭岩！群贱民来人，给我杀！乔义士，你没死啊？乔森，不对，我明明杀了你！来人，给我杀了他！是。郭岩，拿命来！兄弟，局势对我方不利啊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不知道是人是鬼，每个人这么点军饷，人呢？什么命都跑了，我也跑！不许跑！违令者，斩！没用的东西！郭岩，今日的局面是你咎由自取，受死吧！就凭你！好凌厉的剑气，这家伙受了伤还这么强。今日都是你，我多年苦心经营，全都被你毁了！我要你死！我们乔家所有人都得死！结束了，阳无极尽，死！什么？可能？这才不到10招，他不可能做到徒手接剑。难道你已经识破了我的剑路？若是第一次交手，我断不可能识破。但是，这已经是第3次交手了。第3次？你是？
阳城主竟然被当猴子一样耍！什么乔森，其实你就是……郭岩已死，杀人者乔家乔森。乔大侠，乔大侠，乔大侠！真好，装完逼就死，这次就能得到 A 评价了。乔叔，你放心吧，放心，这次我一定能救你的。放开我，我不要你救！王颂和，你好歹毒的心呐！乔叔，你总算活过来了。又来，这脸色不太好，像是心情郁结所致。唉，如今你体内经脉几乎全毁，内劲十不存一，恐怕需要长久休养才能恢复。燕城不论是医药还是武学都十分落后，我得耗费些时日才能找到办法。不过乔叔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医治你的。你可别了，只要你别救我，我立马就能行。走，忘了我尸体还在街上呢。我出去透个气。乔叔是要去找那个尸体吗？乔叔准备真充分，还安排了别人假扮你，让郭岩松懈。假尸体？哦，就是那个替身的尸体啊。哈哈哈哈，没错。那尸体现在在哪儿呢？乔叔放心，那位牺牲的义士，我们已经将他风光大葬，他的墓前种满了菊花。那还真是让你费心了。对了，燕城附近还有武集会的据点吗？据我所知，已经没有了。不过河阳府那边有他们的势力。河阳府是不是在北边？在北边，难怪。自从练了乔家的武圣灵犀诀，就感觉北面有什么在吸引我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河阳了。乔家便是在那里吧？乔家便是在那里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河阳府，燕城这边就交给你来善后吧。现在去？可你的伤还没好，要不再过段时间？左右留在这里也治不好。我去河阳，说不定还能找到办法。也对。稍等，乔叔若是想去，我可以给你写一封推荐信。我有一名故交，名叫沈清河，他在河阳府城为官，为你谋一份差事，应该不在话下。啊？你不是山贼吗？难不成你黑白两道通吃？啊，以前的同僚罢了。呵呵，不愧是你啊，不会当官的医生，不是好山贼啊。信里就叫我乔木吧。我乔森杀了郭岩，不想太张扬。哦，好的。那么祝乔叔一路顺风。你小子还挺不错的。行，我也不能亏待了你。走，我带你去分赃。郭岩这个老匹夫，居然刮了这么多民脂民膏，简直禽兽不如！哇，发了，赚大了！乔叔，小王，这些钱你都带回去吧。什么？外面还有很多快饿死的百姓，不能不管。你拿这些去别地，买些粮食送与百姓，他们必会感恩于你。燕城如今没了城主，上面用不了多久就会派人来。与其再来一个郭岩，不如就由你接手燕城，以燕城为据点，展开大计。乔叔，打住！我可无意白来一趟，这本神功秘籍就归我了。好眼光，这纯阳无极功乃是古法武学中的顶级功法，是吗？我瞧瞧。乔叔，你已经结婚生子了吧？这本书看来和你无缘啊。怎么就无缘了？我前阵子的身体还是个15岁孩童模样呢。只是练着功，居然一点元阳都不能泄。哎，像我这种血气方刚的男人，如何忍得住？要不乔叔试试我这本《血肉百变》？这是由武圣人开创的金法武学，
本书由浅入深，有多个阶段。前面的部分是一些融合了化妆术、易容术和缩骨功在内的奇迹，若能大成，便能精准控制血肉，变成自己想变的样子。那不就和72变差不多了吗？乖乖，今天是个什么日子？爆率可有点高啊！不过这上面的内容太过深奥，学习起来费时费力，不如等你恢复之后，我俩共同修行研讨，然后你再去河阳府也不迟。又来拉我入伙，再留你这儿，我就真死不成了。王先生的恩情，乔森日后必涌泉相报，告辞。日后总有相见的一天，到那时再让他加入我们的计划吧。学姐，学姐已经走了吗？7日之期未到，我走去哪？今天刚好是第7日，郭岩那个老匹夫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好，乔家的血债总算清了一笔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手怎么这么冰？学姐，那个我要去河阳府城，寻找武圣人和下半本长生拳的下落，所以我们可能又要分别段时间了。河阳府，真巧，我也刚好要去那里。真这么巧？不会是舍不得我，想一直跟着我吧？谁跟着你了？在下乔木，因王先生的举荐信而来，拜会沈推官。你真是他推荐来的？他说你身体负重伤，我却看你身体好啊。那是那是有隐情。这不来之前我又死了一次嘛，顺便给纯阳无极功和血肉百变入了个门。对了，举荐你的王先生现在在何处高就？王先生在山林隐居，神出鬼没，我也只是偶然碰了一面。哼，偶然碰了一面就举荐你罢了。他既然不想透露，就不勉强。还真是可惜啊，看到他亲笔写下的字，很是怀念。想当年，要不是靠着他亲笔写下的药方，我恐怕活不到现在啊。不提了，他举荐的人，我自然信得过。不过我这儿只有文书和捕快2个职位，还缺人手。捕快吧。查案的差事相对自由，也能借这个机会在城中走动查访，寻找武集会的线索。在下乔木，是新入门的捕快。沈大人一向铁面无私，怎么给这人走后门了？会不会是亲戚？肃静！新人既已自报过家门，日后便是同僚，当好好一同办事。现在人到齐了，回来讲一讲案子。想必你们也听说过河阳府城无常妖物案。妖物？无常妖物？近日来，河阳府城之内多有妖物走行，害人性命。据说，这妖物被称为无常，乃是以死期为食的一种妖兽。每次出现，都会带走一条性命，如黑白无常一般，因而称为无常。妖物实力极为强大，想抓他的也有不少武者，其中不乏实力强劲的6品、5品武者，但都被夺去了性命。这么厉害，这妖物很有让我一死的价值呀！不过这个案子，我们得和玄天宗一同调查。玄天宗，这可真是太巧了。乔家灭门后不久，原来的乔家地界就盖了一座名叫玄天观的道观，现在也被人称作玄天宗。这玄天宗能拿到乔家的地，和武集会脱不了干系。长生拳的下半卷一直没有线索，或许可以从仙宗入手，运气好点说不定还有机会找到另外的修仙法门。又来，这种事干嘛非得摊在我们头上啊？吃力不讨好的活，我脚筋也捞不着。兄弟，大伙怎么这个反应啊？
们就是普通的捕快，缉拿妖物这种活哪是我们能干的？而且我们之中最强大的老大也才将练进7品。所以这是强塞来的任务，是不是多少有点不顾人死活了？哎，怎么办呢？朝廷乐意听仙宗调遣，倒霉的永远是咱们。各位不必忧心。听你们在聊无常妖物啊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他是玄天宗的明月上仙。妖物并不需要你们对付，你们只需要追查妖物的踪迹，发现后可立刻通知我。所以这次行动还要多多劳烦各位宫门捕头了。多谢上仙挂念我等凡人的安危，上仙真是宅心仁厚，我一定会追查到妖兽踪迹的。那就拜托你们了。这些家伙当牛马还这么积极。没有金刚钻，别揽瓷器活。我们也只能做点跑腿的活了。话虽如此，这么点小事，仙宗为什么不自己做？是要借此来打压朝廷吗？这妖物以死气为食，所以常会出现在将死之人的附近，也就是医馆、牢狱之类。若这些地方也寻不到他的踪迹，也可让将死之人聚在一起，以此作饵，吸引他出现。以人为饵，是不是太过了？总归是将死之人，何不让他们死前发挥一些价值？那如果我们抓住妖物，不知上仙要如何处置他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我会将其带回宗门另行惩戒，然后让他以有罪之身为我仙门效劳。好一个好生之德！他杀了大炎子民，还能上仙宗活着，天理何在？按大炎律法，杀人偿命。可大炎律法只管凡人，不可干涉仙宗，所以妖也自然由我们仙宗处置。你，敢问上仙，若我们在追捕过程中侥幸诛杀了妖物，又当如何？我说了，很危险，若是遇上，一定要立刻通报。啊？要是碰上被追杀来不及通报，难不成还不能反抗？这一反抗再侥幸杀了，也算立功了吧？到时仙宗门是否会给点奖励？比如去宗门参观什么的？仙门重地，凡人岂可踏足？玄天宗的门还真是嚣张，看来只能另想办法探查了。好了，今日便到这吧，还望诸位3日之内寻得妖修线索。招，咱们怎么做？真听他的，早点快死的？我大炎王朝的府衙，没必要听仙门人指手画脚。你们继续去城中探查，其余的我会想办法。一有消息，立刻上报给我。是。乔木，你留下。沈大人一向公正廉明，能把你招进来，说明你确实有点本事。所以，你方才是故意激怒他，还是确实有办法诛杀妖物？啊哈哈，头儿你高看我了，我只是客观提问。当真？当然，既然是吃死气的妖物，那我何不考虑死一死呢？进。陛下，有王宋河的消息了。说，安排在沈清河身边的探子来报。沈清河安排了一个叫乔木的进了府衙当捕快，举荐人便是王宋河。王宋河的举荐信中并未提及他的具体情况，沈清河应该也不知。陛下，当年朝堂之上便有传闻，王宋河转修了仙道，无稽之谈罢了。他对仙人深恶痛绝，怎可能修道？不过人终究是会变的，数十年销声匿迹，如今终于有了行动。将来他举荐的人也不是一种闲情。
安排一下，朕要看一看这乔木究竟是何许人也。残雪，上次见你时，你还是个小娃娃。10多年，弹指一挥，你终究还是来到此地，何该有此缘法？林林上人，我乔家的事，我早已知晓。其实仙道武道本身并无错，你天生灵觉过人，能有更好的修炼方式，又何必浪费？你不愿入仙宗，在我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是。乔木现在在做什么呢？老实点，不来的话，10条命也不够你死的。放心，今天就算打死我，也不会从这牢房挪出半步。毕竟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搞来的作死机会。只听那壮士乔森大喝道：“我辈武夫自当一往无前！”说完，将那燕城之主一枪刺死，扬长而去，只留下英雄般的背影。好，太好了！乔森真英雄啊！光说我有什么意思啊？城里妖物作祟，说书的学会抓热点啊！本来想根据这些市井消息推断一下妖物的动向，然后我就能去死一死了。结果听了大半个小时我自己的光辉事迹，真是浪费时间。身为河阳府城的捕头，白日里不办公务，反倒是在这听书。请问，这是否有渎职之嫌呢？你在教我做事啊？这人不简单啊，英姿挺拔，气度不凡，一看就是大人物。而且他身后站的不动身形也自带威压，明显是个高手。你怎么就知道我不是在办案？都像你这样好为人师，不如去指点当今圣上打仙人战争喽。放肆！哎，这位仁兄言辞犀利，颇有风骨。我很好奇啊，在你看来，这当今圣上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还能是什么人？该死的人！我刺杀大炎皇帝的大计一直没机会执行，传言说皇帝会路过燕城，可我连个影子都没见到。杀了郭元也没见朝廷发通缉令，本来还指望被官府处死。对了，眼下不就是一个机会？这2人说不定就是地方官僚，若是我当着他的面把皇帝狂喷一顿，获罪而死的话，嘿嘿嘿嘿，一定能名动天下，死亡评价不会差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嘿嘿嘿嘿嘿！当今圣上，那可是千古一遇的明君呐！千古一遇，这评价是否过高了点啊？不高不高，你看他年号定得多好，永和永和，皇帝向先人不战而降，赔款填缴，这样仗就永远打不起来，能不永和吗？可是先人势大，连武圣都惨败而退，10万精锐全军覆没，有没有可能当今圣上是以大局为重，有些事自然只能妥协？你想说圣上在下一步大棋是吧，董哥？落后就要挨打，若无其他选择，自然只能妥协。但妥协是韬光养晦，还是彻底伏低作小，就是两码事了。燕城十室九空，百姓流离失所，落草为寇。可燕城城主徒有恶票而不知发，朝廷对此更是不闻不问。
皇帝号称受命于天，代天牧民，所以这是视子民如牛马，将其当作可以讨先人欢心的资源而随意割舍吗？百姓困苦，朝纲疲弊，不知道造出了多少个燕朝。好一个万人之上的天子，好一个大局为重的永和帝！大逆不道，简直一派胡言！你那么激动干嘛？皇帝供养仙宗，在座的都知道。他还准备在各座大城设立仙宗驻地，随时欢迎大爷来玩。歪屁股简直不要太明显！住口！不许侮辱当今圣上！我就骂，皇帝就是仙人舔狗！这是哪家的猛士啊？居然公然辱骂了当今圣上，比我的说书还精彩10000倍啊！太刺激了！他都快骑在朕的头上骂了，该不会已经识破了朕的身份，故意给朕上眼药呢？又或者说，这些话也是前刑部尚书宋和的意思？当初宋和死谏先帝，绝不可屈服于先人。如今天下局势由他所定，他又举荐了此人。大言律令，放逸圣上于弑朝者，秋后问斩。因言获罪，祸不及他人。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罢了，他终究不懂军国大事，只是逞口舌之快。今日便到此为止吧，告辞。什么情况？我脖子都小了，你就这么放过我了？你没事吧？有点升不上来。哎，别走啊！我还可以骂得更狠些的。谁是乔木？我就是。有人告发你妄议朝政，诽谤当今圣上，哼，给我抓起来！兄弟，到底什么时候才杀我呀？不会真等到秋后吧？哎呀，秋后太久了，只争朝夕，不能浪费百姓的税银。趁现在吧，不用挑时辰的。处刑的时候，我希望闹大一点。我这人就喜欢热闹。哪有人这么找死的？该不会他知道死不了，上头有人保他吧？哪个后台这么硬啊？辱骂天子也敢包庇？老实点，这里关的可都是死囚，你就别梦想着出去了。死囚？那这牢里真是来对了。我记得那个无常妖物，爱使死气的吧？原来是只猫啊，吓我一跳。小家伙，这死牢可是阴间点儿，你跑这里可落不着好。来，我送你出去。哦，哎呀！喂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，我好着呢。别看我这样，我可是道圣。想当年我劫富济贫，救了多少百姓？那你不还是被逮进来了？哎，一时失手。有个大户子女是个艺人，他们给我使绊子，让我在这几十年了。不会是命还长，等出了这点儿，老夫还是英雄好。啊！来人呐！有犯人昏倒了！你在干嘛？死了？难道这是王妖？就是他了！来，弄死我！就是这样，来呀！喂喂，你可是杀人不眨眼的无常妖物，卖萌撒娇是几个意思呀？等等，这妖物是吃死气的，他黏着我难道是因为我快死了？这表情又是怎么回事？痴汉猫吗？
知府大人放心，没有人能从这牢里逃出。这怎么？什么时候问斩？我快等不及了。乔捕头说笑了，我是河阳知府楼明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我们是来请您出狱的。出狱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本来就是来接乔捕头出狱的，这牢门坏了也罢，坏了也罢。算了，我下次再找机会进来。还来，明明随手就能拆了牢门，却不跑，辱骂天子，都有人拿着狱令捞他出来。此人背景通天，万万惹不起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让这位老人入土为安吧。摔了一跤，没挨过去。乔捕快果然心地善良，一定照办。来，这边请。话说回来，那只猫妖去哪儿了？算了，日后再来学吧。2天，才2天，你就顶着这份公差滋事被抓，我这衙门的威信何在？大人，你是了解我的，我是为了破案才故意犯事，去监牢里暗中埋伏，而我也确实见到了那无常妖物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原来如此啊！你的本官是傻子，去牢里用得着辱骂皇上吗？乔木，沈大人为了捞你，头一次搞特权，还亲自去了趟知府那里，给那个娄老东西赔礼了。要不是看在王先生的面子上，谁管他？多谢大人，你和王素和就是我作死大道上的绊脚石啊！罢了，日后谨言慎行吧。虽说我是去捞人，但听姓娄的说，在我到之前就有人拿着飞鱼令要他放人了。飞鱼令传的可是皇命，难道这上头的人是皇上？是皇上命他骂他自己？难不成皇上就是放屁？好了，说正事儿。你方才说见到了妖物是何模样？是一只三花猫，大概就这么大，出现在一名囚犯身边。那囚犯年事已高，摔了一跤就没了。那猫妖吃了囚犯的死气变大，但并未伤人。无常妖物的每一次出现，都必有死者，这点对得上。之前部分死者的身上有巨大的致命爪痕，确实像是猫、虎类妖物造成的。可这家伙怎么感觉都不像真凶啊？有没有可能，猫妖不杀人？何出此言？猫妖只是被死气吸引才出现在现场，但是被误认为是杀人的妖物。你的意思是，还有一只妖？明月师姐，圣女的这头鼻睛飞虎实在太凶了，我们信不来。是啊，而且师姐您最近一出门他就发狂，我俩实在没辙呀。豢养灵兽本就是我们的职责，到时候圣女出关怪罪下来，我们谁都担不起。好厉害！这帮蠢材果然什么都不懂。凶虎不发狂，怎么显得我明月玉兽有数？怎么在圣女面前立功？圣女闭关少说还要1个月，问题不大。我下山一趟。毕竟飞虎就交给你们了。接下来只要抓到那无常猫妖，我在宗门里的地位定能更上一层楼。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抓捕无常妖兽。乔捕头昨夜在城西的监牢见过他，因此重点在城西这一带搜查，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。所有人按计划去街区搜捕。是。果然，昨天从牢里出来就感觉你一直跟着我，这么黏我，不会是把我当成长期饭票了吧？你这嗅来嗅去的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学姐。不过她可比你这痴汉猫可爱多了。乔木，什么情况？那只猫是？她就是我说的那只猫妖。
往西郊去了，我去右边堵他。他往左边拐了。他掉下去了，跟上。跟丢了。不对，这猫妖速度敏捷，应该早就能甩开我们才对。再往前找找看。他为什么一路不远不近的吊着，像是故意引诱我们？此处，老大知道这里？衙门查过，这里是一个新建立的小帮派——赤水帮的地盘。帮主江龙是个6品武者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好重的血腥味儿！赤水帮帮主江龙拜见上仙，能为9大仙门之一的玄天宗办事，是我的荣幸。上仙若能早日让我进入宗门修行，习得长生之法，我一定违上仙之命，侍从。你如此诚恳，我自然是要给你个机会的。不过想进仙门的武者多如牛毛，我也不能如此简单答应。只有通过我的试炼，我才会收下你。试炼？品级只代表武者的内境层次，我想看看你的实战能力。放心，只是点到为止，动静可不能闹得太大。这是……怕了，放弃也是可以的。不过这长生之法……上仙误会了，我是怕一不小心失手把他打死。上仙放心，我定点到为止。上仙，救我！无常妖物能闻见死气，而这死气只会在将死之人身上才有。这6品武者的死气，他闻着味儿一定会过来。好了好了，先吊着他一条命，弄死了，死气很快就散了。恍日我的血是便会听话的，今日难道这个6品武者对他来说是大补之物，引发了他的凶性？你果然来了，束手就擒吧！这下糟了，小虎暴走了。要是让人知道的话……上面果然还有另一只妖，跟我来！来晚了一步。什么？那虎妖多半是玄天宗豢养的灵兽，灵兽通常是受修仙者驱使的，御兽者方才一定就在这里。你是说，这无常妖兽案的始作俑者是玄天宗？
英雄救猫，完美。虎妖强悍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我身法快，可以拖住他一会儿。你先帮手，快去！天魔解体！抱歉啊，老大，可不能让你抢了我的人头。乔木，我不是叫你去救援兵来的吗？不，老大，你去救援兵，断后的事交给我。愚蠢！明明能跑的，又送上门来。这下好了，2个人都得死在这儿。盯着乔木，摸清他的底细，有事立刻与朕汇报。皇上要盯着的人，若是死在这儿了，怕是不多。但是操纵虎妖杀人的真凶还在这儿，皇上眼下不愿与仙人起冲突，我若贸然行动，只怕会给皇上带来很多麻烦。罢了，只能见机行事了。碍事的不管，说了找到妖物不可硬上，立刻告知我。居然真有不要命的敢冲上来，也罢，区区6品凡人武者，也就是给小虎打牙祭的。等小虎吃饱了，我再回收便是。好厉害的虎妖，仅凭爪子打出的锋刃就破了我的护体禁忌。死在他的爪下，收益一定很高。来呀，就用你最厉害的招式干死我！来得好，让我死个痛快！愣着干嘛？躲开啊！别捣乱了，让我死一死！虎妖强大，不能硬拼。只能靠身法牵制，寻求破绽，再给出致命一击。我现在传你前一步心法，仔细看我的动作，记好口诀：行气于左，使意自通，踏虚为实，踏实作血，周天流转，循环往复。哎，求你了，有救也先把我放下来再教啊！我快窒息了。这种情况下，神仙也学不会啊！引5步，再入周，这都行。乔木，这虎妖内劲深厚，普通斗技伤不了他。牵引步虽然能避开他的攻击，但也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这样下去，就算乔木掌握了牵引步，我们还是必输无疑。不自量力，那可是圣女的灵种。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，你就乖乖等着被吃掉。对你们凡人来说，这是莫大的荣幸。乔木，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天魔解体，牵引步。你打不过他的，快走！系统，给我加点儿。使用成功。刚才那一击的内劲远超6品武者，
而且他还在其中融入了一套速度极快的身法，威力倍增，再加上他那只攻不守的搏命打法，这乔木是个狠角色呀。这，我家祖传的牵引步是这样用的，纤细密纵、闪转腾挪的轻功，怎会被他用得如此爆裂无比？难道这么多年我都练差了？臭老虎，刚才不是很嚣张吗？受死！住手！这碧琴飞狐乃是玄天宗舍女的灵宠，立刻把它交还给我。仙门的规矩，与我一匹夫何干？这孽畜害死不少人命，按我条律令，当斩！杀了！如此果决地杀了虎妖，他怎么敢？为什么这个武夫这么轻易就做到了当朝天子都做不到的事？你居然！杀人的孽畜已经伏诛，但纵虎杀人、草菅人命者，一样要偿命。仙宗灵宠犯事，自然由仙宗处置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凡人插手。而且你还诬陷本仙，罪当万死！诬陷？那可否请明月上仙解释一下，你为何出现在这里？捉妖是纵妖？放肆！本上仙的行踪还要与你交代。你们擅自行动不与我汇报，妨碍仙宗行事，还残害舍女灵宠，衙门所有人等死吧！草菅人命，目无王法，你们仙门迟早要为此付出代价的。乔木，你没事吧？振作点，你放心，我和大人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。别救我！乔木，我这次真的吃得好饱呀！和喵以前只能晚上偷偷跑到那些快死的人那里，当然和死气填肚子不一样。这不快死气冲动没得说，而且他昨晚还救了我，好特别，好喜欢。可惜最后那捕快被虎妖重伤，我一路跟着，结果还是晚了一步，途中气就没了。唉，被我看上就意味着死期将至，本喵注定是孤独一生。疼！这复活点怎么在树上？他还活着！怎么又是你啊？既然你这么喜欢我，就当我的吉祥物好了。竟然只有 B 加级，难道是影响力不够？这案子陈映雪肯定已经上报了，如此大影响力绝不会只有这么点儿，除非这案子中途就被压下了，所以这事根本没人知道。难怪这些修仙者如此嚣张。罢了，系统把我的点数全都加在长生拳上。既然衙门不敢惹事，那就我来。反正捕快乔木已经死了，也怕牵扯到其他人。这就是长生拳大成吗？感觉全身气血充盈，要刷高评价还是得人前显圣，先提高声誉才行。无常，咱们走，直接上玄天宗抓人。躲进影子里了，稀奇古怪的能力。妖物各有异能，修仙者手段多样，只有武夫在挨揍。这世道啊，这就是以前的河阳乔家大院了。今日15，来玄天观烧香敬神的香客还真不少。求上仙，我儿子儿媳几日前被妖怪害死了，孙女当日躲在柜子中受了惊吓，昏睡至今，这才醒过来。可成了这般痴傻模样，求上仙救救我的孙女，老夫定日日来观中上香供奉。仙人观中不得喧闹，前面的都是一些达官贵人，没看你们的五品同知大人还在里面上香吗？到后面等着去，仙人也忙着呢。求上仙保佑我的第9房妾室给我生个好儿子。可不急啊，上仙，我老夫人如今就只有孙女这一个亲人了。我给您跪下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说几遍了，让你等着！再胡搅蛮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师姐，你刚才说你儿子被妖物杀害，这小女娃在边上看到了。是
上仙，我孙女的魂是不是被那妖怪给吃了？确实有失魂之症，请跟我到内殿，我会亲自为她治疗。真的吗？谢谢。婆婆，你可不能跟他走，纵兽行凶的就是他。这声音是乔木，他不是被小虎重伤，怎么会毫发无伤的出现在这里？玄天宗的上仙放纵妖兽行凶伤人，不可能吧？这不是宫门捕快乔木吗？身为衙门差役，凡事要公事公办。既然说我纵兽行凶，可有证据？诸位，我与这捕快之前有些过节，所以今日才来诬陷于我。区区一个捕快，还想捉拿仙人？圣上都不敢。擅闯仙门，毁我仙门清誉，该当何罪？老虎，大老虎！爹爹，娘亲！你孙女，你这是回魂了，没事，奶奶在。这小女孩刚刚是指着明月上仙吗？我好像听说玄天宗豢养灵兽。住口！一群凡人，胆敢诋毁本仙，都想死吗？还有你，抠门捕快带头在仙门闹事，是死罪。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，整个衙门都要连坐。是吗？可我不是什么抠门捕快，劳不他和乔匹夫。既然大言律法管不了仙人，那便由我乔匹夫来管。还不快上！不知狂徒，敢对我明月师姐动手，看我把你大卸八块！来得好，就让我看看仙门的实力。我问一下，你是武夫？武夫只是凡夫俗子，我如今已经拜入仙门，迟早能得到玄门正统仙法，得道长生。原来只是仙门走狗，怪不得在此道观看门。哼哼，只要今日杀你立功，圣母又不准我入内门，我就不必在此了。看我终极绝技天魔解体！在我乔家人面前耍天魔解体，班门弄斧，天魔解体！想入内门的师兄弟们，跟我一起上，杀了他！哼，小菜一碟。动不了了，师姐快动手！尸骨离火符。什么？去！师姐！长江世界，这就是仙术的威力吗？师姐，你害我！肉体竟然瞬间化为灰烬，好歹毒的仙法！怎么还是沾上了？好疼！滋味如何？这可是圣女赐我的尸骨离火符，平时舍不得用呢。这火焰能销魂蚀骨，再把你烧成灰烬，它是绝对不会灭的。灭？那就让它烧吧！天魔解体，完全爆发！今日我虽身死，但求世间公道长存！你疯了！乔家乔匹夫，请上仙受死！不可能！我是仙人，我死在凡夫俗子手里。救我啊，师兄师姐！你们为什么不救我？还好之前把点数都给了长生拳，才能勉强扛住这蚀骨离火。可这具身体已经不行了，这样也好，至少明月没机会对那婆孙下手了。而且，当众示仙，人前显圣，再加上离火中化为灰烬的帅气死法，评价肯定不低。嘿嘿。玄天宗来复仇了！等等，你们看乔英雄，他身上的火焰消失了。真的，这是上天保佑！飞剑斩断了我的手臂，火自然就灭了。看来出手之人不是想伤我，而是想救我。但是，都烧成这样，还不如死了呢。刚刚剑就是从那里飞过来的。敢问，是哪位高人出手相助？可否现身一见？让我这一趟又白干，
让我逮到你，一定好好感谢你。陛下，您让微臣出手救他一命，但感觉他好像不咋高兴。的确，真是和他兄弟乔木一样难以琢磨。没想到他为了无常妖兽的案子，真跟仙人动手，我一定好好甚至感谢你不惜以命相搏。一个武夫都知道要维护世间公义，而朕虽为皇帝，却不敢逆势而为，如何担这天子之责？臣万死！陛下深谋远虑，所处位置不同，自然无法同他一般鲁莽。其实微臣知道，陛下您一直心系天下，只是仙人强势，您一直在忍辱负重。朕倒更愿意像他一样快意恩仇。罢了，你去把他带走，不要让玄天宗的人盯上。朕不愿眼睁睁看着义士遭难。怎么了？来不及了。明月死了，连蚀骨离火符也用了，还死在了那凡俗武夫的手里。他天资低下，却总爱争宠表现，活该有这一劫。只可惜堕了我玄天宗的威名。今年负责驻守玄天观的是那位赤阳师兄吧？不过他云游去了，估计这事儿要你我负责。也对，毕竟玄天观是香火道观，再不收拾那武夫，日后香火衰败，你我少不得一顿责罚。看来是不需要我等多事了，继续下棋吧。你是何人？这女子是谁啊？武圣灵犀诀感应到的，应该是武技会的人才对。为何对一个修士也有感应？一个寻求道义对错的人，敢问姑娘又是何人？无惧，仙门行事，哪怕是错，也是对。这离火比明月的强不止10倍，看来你就是明月口中的圣女。很好，今日15，以烧香敬神，希望我这皮肤之香，上仙受得起。此人身上有武圣灵犀诀感应，武技会竟沦落到派一个6品武者来掌事。明月虽死不足惜，可他终究是我的人。眼下这个时候，我不能损失半点威严。躲在树林里的那2个气息消失了，罢了，由他们去吧。此事不宜节外生枝。这次捡到宝了，这人类居然可以无限复活，这纯和的死期真的爽死本喵了。我说你这家伙，别只顾着吃死气啊！打架的时候好歹帮点忙吧。本喵可不擅长战斗，但是卖卖萌还是可以的。不过这次奖励还不错，死的也值得了。丹田气海又膨胀了，已经是4品武者了，再进一步就是炼神。我现在手上对炼神有益的功法，只有长生拳炼尽篇和纯阳无极功，且都不完整。
武圣灵犀诀是低品武者可以修习的炼神秘法，与真正的炼神武学还是有区别的。那位玄天宗圣女用武圣灵犀诀能感应到她，说明她和武集会有点关系。得查查她，看看能不能找到长生拳下卷炼神篇的信息。找到了。有武集会的人混进来了。圣女在上，圣火灼灼，保佑圣村驱病驱魔。这样炼成吸收的效率太低了，要突破筑基，还需要更多的香火源。有武集会的人混进来了。见识过门口那群武奴，我现在强烈怀疑这个圣女的含金量。想不到玄天宗的圣女居然住在这种平平无奇的。鬼大人饶命啊！我只是被我爹硬塞到宗门里的侍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烧死你的是圣女，我是无辜的。鬼！我问你，你老实回答，否则我就带你一起走。我什么都告诉你。好，姑且信你，但如果你敢耍花招，绝对不会。我爹是河阳之父，只要你不伤害我，我就让他给你做最好的法事。少废话，你们圣女是什么来历？圣女曾经是武圣人的弟子，名叫武清心，也是武圣人的养女。武圣人不是罪犯仙宗吗？他的养女能进宗门？鬼大人，你有所不知，40年前武圣人败于仙人之手，之后他辞官创立了武集会，然后就消失了，连我们宗门的长老都找不到他，武道也因此败落。各大武道世家被武圣人吞灭之后，零散的武修也找不到出路。后来大概过了10几年，我们圣女就拜入了仙门。圣女虽修武道，但仙道资质也是绝佳，入门不过5年，就已经远超其他同期的弟子。后来长老们推选她做了圣女，为天下武者表率。从那之后，越来越多的武修转投仙门，圣女大人是我的偶像。好一招千金买马果，难怪会有武道之人愿当仙门走狗。但修仙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武者入了仙宗只是下等徒役，根本接触不到修仙的核心。不过武清心既然是10几年前拜入的玄天宗，乔家灭门一事应当和他没什么关系。那他这儿估计也没什么长生拳的线索。你对武集会了解多少？有没有见圣女练过什么武道功法？或者她有没有教过你什么？说我自己能力不够，还不配圣女传教，我必须加倍努力，养好的灵兽，照顾好圣女饮食起居，不吃不喝不睡，这样一定能获得她的青睐。这仙宗怎么整得跟邪教似的，还带给人洗脑的？那武清心现在是什么境界啊？哼，我们圣女天资卓绝，这次闭关已经快突破筑基了。多嘴多舌。圣女这是将人命当作什么？不是鬼啊！是你。我乃乔中，白天被你烧死的是我弟弟乔匹夫。我乔家满门忠烈，以天下兴亡为己任，悍不畏死。你杀我弟弟，我是来找你报仇的。又来！哼！不能死太快，得掏出更多信息才行。开个玩笑，同为武集会的人，师姐干嘛这么大火气？愚不可及，总归你迟早要死在武圣人手里，不如我现在就助你解脱。师姐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连见都没见过武圣人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莫非我身上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？啊，我知道，是武圣灵犀诀。你我都练了武圣灵犀诀。看来我猜中了，因为武圣灵犀诀有感应。你以为我是武圣人派来杀你的，而你背叛了武圣人，拜入仙门就是为了破解这门功法。我说的没错吧？白天，非余卫的人救了你弟弟一命，你们是皇帝的人。这我和皇帝并不交集，甚至骂过他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
大炎皇帝在哪儿？我说我压根儿不知道什么皇帝，你信吗？那你也没什么用。这圣女什么毛病？一言不合就动手！对不起。圣女饶命！王成什么都不会说，现在就写信给我爹，让他想办法修更多的圣女庙，为圣女多供奉香火。记好你的身份，再敢多嘴，本圣女会让整个楼府化为灰烬。是。孙长老，河阳府城这边疑似出现了大炎皇帝身边的飞鱼卫。知道了，也请圣女继续勤加修炼，早日踏入筑基期。玄天宗找了皇帝许久，这情报里已视为宗门立功了，想来可以换点灵丹妙药助我修行。终有一日，我也不入这玄天宗群星之位，必须尽快提升修为。那乔匹夫被仙人烈焰点燃之后，他成为了一道匹夫之香。火光之中，他悠然嘶声大喊：“我这匹夫之香，仙人可受得起？”好，这乔匹夫果然是人间豪侠客，舒服，一边喝茶一边听别人夸我，这感觉真让人上头啊！但是被烧死实在是太疼了，还是2次啊，尸骨无存。第2次被烧死，评价直接只有 C 了，亏死！虽然我想死，但是我绝不能死得这么不值。武清心，下次见面就该我送你上路。不过这次复活，这副皮囊反倒更年轻了，看来是长生拳有驻颜之效。哈，这波不亏。但细细想来，武清心畏惧武圣人，却能赶堂而皇之拜入仙门，大概率是那个武圣人有什么谋划，把武清心安插进了仙门。而他想借机摆脱武圣人的掌控，所以这武圣灵犀诀到底有什么蹊跷？不感应不知道，这河阳府城竟然藏着这么多武集会的人。武清心传来消息，说大炎帝出现在了河阳府城。按照约定，半个月后永和帝便会扮作普通香客来到青灵山主峰，跪拜玄天宗众仙人下。可他这1个月来东躲西藏，连我也联系不上，难不成是想连阵违约？他今日倒是敢让飞鱼卫出手救一个强闯玄天观的凡俗武夫，真当是自己权衡利弊，才让大炎从众仙门手中苟延至今吗？9大仙门高居云端之上，40年前就杀尽了大炎的精锐，要改朝换代不过是挥挥手的功夫。我等修仙要的是人间包括香火愿力在内的一切资源，当个人间帝王有何用？不过是一群猴子之中的猴王罢了。我们该是驱使猴王的存在。无所谓，反正半月后他不跪也得跪。届时玄天宗便是大炎天子首个叩拜的仙门，何应大兴居9大仙门之首。吃不变节外生枝，偶尔也得给皇帝放松放松，也好展现我们仙门的大度。既然是武清心用离火烧死的人，那自然用他给皇帝一个面子。师叔的意思是立武清心为圣女，最初只是想以其为饵，将武圣人错误扬威。可惜这么多年，武圣人也没上钩。既然如此，留他何用？陛下，微臣查到乔匹夫以及他口中的乔家，与当初被武圣人灭门的河阳乔家并无关联。除此之外，燕城内也有乔家的故事流传。乔家父子皆义士，有古之刃下遗风，以死得其所作为家训。祖传功法是天魔解体，这家真不怕断子绝孙吗？这臣就不得而知了。
陛下，有异人来了。玄天宗赤阳，见过大燕皇帝。哼，玄天宗的仙长到这儿，可有事？朕拖着去清明的时间，一路微服私访，怎么会突然暴露？我自然是来催促皇帝你启程的。对了，昨日有个凡俗武夫强闯玄天关，我听闻皇帝同您身边这位飞鱼卫似乎是做了点什么呀？我昨日救人用的是普通的飞刀，并无飞鱼卫的特征。不对，武清心是武圣人的弟子，他认出了我投掷飞刀的手法，是飞鱼卫专有的飞星手。大意了，可朕现在也找不到第二条路逃过这扣拜。仙长莫见怪，昨天玄天宗决定除去武清心的圣女身份，并将其逐出河阳府城。怎么回事？玄天宗的修士比其他仙门更好说话，居然还讲是非对错。他们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？既然此事已了，你也应该立刻启程。半个月后，我们清明山再见。阁下跟了我一路，何必藏着？出来见见吧。放心，我绝无恶意。在下乔中，听闻您是河阳消息最灵通的说书人，特来向您打听点消息。乔中，你也是乔家的人？我确是乔家人。你是？我叫江城，当初在雁城时被城主郭岩之子当街羞辱，多亏你家乔大侠仗义相助，感激不尽。是你啊！你不说，我还真没认出来。自那以后，我就一直宣传像乔家这样的侠义之士，鼓舞更多的人去反抗腐朽的朝廷和虚伪的仙人。你这样不怕得罪官府和仙家吗？无妨。刚才你追我的时候，想必看出来了，我的身份不一般。没错，我其实是听潮楼的人。武圣人屠灭整个旧武林时，听潮楼活了下来。我们的楼主便是江湖大名鼎鼎的白晓生，他广布耳目，收集江湖各路信息。武林上流传的兵器谱、英雄榜什么的，都是我们楼主弄出来的。哦，就是搞情报的呀。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唉，都怪最近楼里有些无聊的家伙，搞了什么江湖美女排行榜、年度烂裤裆盘点、江南青楼指南什么的，害得清潮楼威名受损，所以你才没听说过。刚才那些，说详细点儿。哈，原来你感兴趣的是这些吗？我主要负责传播江湖真相。那些另类排行榜，我确实知道的不多。不过，最近武集会的新选使在招揽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，而他们这次的追杀目标就是当年背叛武圣人、加入玄天宗的圣女武清心。谢了兄弟，改日请你喝茶。难怪河阳府突然来了这么多武集会的人，原来都是冲武清心来的。如果我能混入这次的猎杀行动，很可能获得长生拳下半部，甚至打入武集会内部。这武清心的一血必须由我拿下。奇怪，居然只来这么多人，就这还想对付武清心？传送人头啊！小兄弟，看样子你似乎不是武集会的人，与我一样，是为了练神功法而来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找我有事吗？小兄弟叫我老胡就行，反正尊使还没来，找个人聊两句。看你年纪轻轻，就已经是4品不成，可是有什么上乘的内家功法？实不相瞒，我练的功是从武集会得到的一门上乘功法，虽说只有半本，但当真不错。另外，我还有半本图文秘籍，咱们可以多交流交流。好啊，不过只有半本，那以后还得多跟武集会打交道了。哼，又是半本，看来很多秘籍的下半部都在武集会手中。我只想要更进一步，
就等于他们误事。版本也很好了，以往上乘功法都被武林大派攥在手里，资质稍差的都接触不到核心功法。现在多好，做任务就能拿到，而且版本上乘武学够很多人苦练一辈子了。话说，我们在这儿坐了半个时辰了，关键的星选使人在哪儿呢？什么时候出发狩猎武清心？不会是怕了吧？哼，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，怎可对尊使不敬？尊使对付武清心自然有万全的安排，岂容你这小子智慧？武清心不仅是仙门圣女，还是武圣人的弟子，善使一招离火符，昨日便烧死了一个高品武者。那人是近来江湖上盛传的乔家人。乔家是什么背景？骂了皇帝都能毫发无损呐！哦，这么厉害吗？诸位要是怕了，可以回去。反正武圣人只传功给功劳最大的人，少一个对手，立功的机会反而更大。明明能一击毙命，却故意留守，所以你有意引导我们出手，只是想试试我们的实力。我说的对吗，星选使？盛传的那位英雄是你的？没错，那位被烧死的正是在下的同胞哥哥。原来如此，小兄弟是为兄长报仇的。这次的行动难度不低，实力不济的武者只会白白送命，冒昧试探，还请各位见谅。好在各位皆答4品，定能杀死叛徒武清心，获得丰厚奖赏。尊使客气了，我等定然全力以赴。很好，我在客栈备了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速速出发。话说武清心现在何处？他似乎不在城里。放心，勾魂手徐成和其他几个4品武者已先行一步，找到了武清心的位置。我知道他是成名多年的高手，擅长硬功，打法以命搏命，称得上4品中第1梯队的强者。是徐成，用木桩穿过，活活烧死那个女妖，果然残忍至极。武清心故意减缓燃烧速度，为的就是让我们看到他燃烧时的惨状，以此归手。乔兄弟，为何如此有经验？被烧死2次，能没有经验？有新的感应了，这山林深处有一处村落，武清心就在那里，追！走！大道无事，天眼4九，人遁其一。武清心，你虽然因犯错被逐出宗门，失去圣女的身份，但任何磨难都是考验。只要你能赶回青名山玄天总部，仍可成为我玄天宗的弟子。明知我出了玄天馆就会被武极会追杀，还收走了我的法器，还让我赶到青名山。我看他们根本就没想让我活着回去。圣女娘娘，你是圣女娘娘吗？听娘亲说，你是救了我们所有人，你是个很好很好的仙人。这小孩，娄知府是把周边的难民送到圣女村里，还给我提供香火院里了。灵，你看，圣女娘娘从画里跑出来了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圣女娘娘显灵，请恕孩童冒犯。快回去找你娘，大晚上的别乱跑。灵，再见。那小孩是你带进村的？都是别地受了灾的难民，看他们饿得可怜，就都带回来了。后来城里的知府陆陆续续送来银钱和人，这村子也就这么安定下来了。
这么些年未见，圣女一切可安好？多谢母亲关心。圣女说笑了，民妇怎会有此福分，和神仙做母女？民妇是有双儿女，但在多年前便死了。当年虎圣人为抢秘籍，灭天下宗门，来到我林家。母亲为了保家中老小平安，将武道资质出众的我送给武圣人做交换，可最终还是没能保下林家。武圣人收养我，也只是为了让我做他的武道养料。怎会如此啊？他当时明明答应了我。武圣人连人间王法都不放在眼中，又哪管一个人死活？我入仙门修行，也不过是想摆脱他的控制。如今宗门也弃我于不顾，但我不怪母亲，从来都不怪。10年前你建立圣女村助我修炼，可我想尽办法，还是未能突破。如今我被武吉会追杀，自身难保，来此是想见你最后一面。圣女不过是清源福薄的一根野草罢了，以后的日子还请母亲保重。圣女在上，民妇斗胆，想请圣女赐福。这鬼村子阴森森的，咱们直接闯进去吗？不急，先商量下对策。等等，有人来了。是武清新叫来的帮手。村民而已，别慌。叔叔，你们都是来找圣女的吗？是啊，小朋友，能带我们去找她吗？不行，坏人！散开！站着别动！有两下子啊，老胡，你这一刀下去，尸骨离火都没了，教教我呗。不过是把沾了火的表皮给去了。先不说了，那妖女肯定感应到了我们，提前设了埋伏。居然利用孩子，无耻至极！这些村民已经教义入脑，无药可救。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九雄圣火，分我残躯！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！是尸骨离火，先退，万不可让火沾到。该死，这妖女居然耍这种手段！连尸骨离火都能劈开，老胡怎么做到的？庖丁解牛刀法，这老胡是刀道魁首的后人。刀道魁首？轩辕战争前后，武圣人在白晓生的武林英雄榜中排名第11，而当时的英雄比利时便是一个姓胡的刀客。哦，比当年的武圣人还厉害，那今后可要找老胡好好讨教了。诸位，这里有我顶住，妖女一定就藏身在附近。嘿，交给你们了。熊熊圣火，分我残躯，护我圣女，死而无憾。星儿。
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有这么多艳丽？为什么不早点死？这样的艳丽一定能助我出击！老胡说的没错，他果然在这里。妖女，你的时机到了，头功我拿定了。找死！妖女厉害，分3路攻。嗨！分身术，我这是到了木叶村。不好，这化身是野火符纸所变。罪人们已被点燃，当入炼狱，灼烧万世。尘世苦浊，大岩朝纲疲敝不堪，覆城覆水苛重，唯我圣女村赐予可怜之人以新生，为世间真桃源。是圣女，圣女显灵了！感谢圣女，引渡我儿早得极乐，感谢圣女。仙神之火灼尽尘世罪恶，熊熊之火焚我残躯，引渡我等早得极乐，引渡我等早得极乐，引渡我等早得极乐。很好，再多来点，很快我就能突破筑基了。他们有何胆量，敢凑到我面前找死？妖女，受死！烈火焚身还有勇气与武清心一搏，倒是个刚烈的家伙。又是你！你早该被我烧死了才对。为什么你没死？为什么你就是不死？我死可以，你不能活！愚蠢的愤怒，愚蠢的战斗，妄想用肉身对抗圣女，让你被烧成灰，就是我获胜。活不到那时候，小女受死！我终究无缘仙道，杀了我，你们以为就能活吗？蚀骨离火不死不灭，这里无人不知。杀你是你多行不义。我不义，一群练了武圣灵犀诀的蠢货，你们早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你们也不想想，为什么练了武圣灵犀诀的人互相有感应？为什么所有武者都能练？因为他本就是武圣人，为了方便追杀高品武者，专门创造的秘法呀。仙人战争之后40年，武圣人奔走9州，搜集了3000天资卓绝的武道天才，他们成了武圣人的弟子，有的甚至成了养子和养女。武圣人教给他们最好的功夫，最高深的武技，当然也包括这武圣灵犀诀。然而修炼了武圣灵犀诀的人，最终都将成为武圣人的资粮。
武圣人将他们杀死，并夺走他们一生修为。武圣人那3000弟子，你们猜有多少还活着？哪怕是躲到天涯海角，武圣人也会顺着直觉的指引，将所有人一一杀死。天大地大，从江湖到庙宇，从世俗到仙门，已经没有你我的活命。不再听，多说点。还不懂吗？我们都是武圣人武道上的垫脚石，今日的我就是明日的你。放了我有机遇能化解此难，让我们不再笼罩在死亡的阴霾下。死就死呗，但是杀死我的，只会让我更强大。圣女死了？这不可能！圣女不是死了，是飞升，圣女飞升了！今天开始，我们不只是圣女村，更是仙女村了！说什么离火难觅？我看不及人心万一。诸位，你们还好吗？差点没撑过去，还好杀了武清心，离火减弱了很多。可老胡重伤，失了气力，帮不了我们。诸位试着运功，看能否多撑一会儿，再想办法灭掉这火。你们加油！我这已经2条腿迈进棺材，就等结算。这次干掉个圣女，评分应该稳了。乔老弟，这次杀武清心，你可立了大功，能让我老胡欣赏的人不多，你算一个。尤其你最后没受武清心蛊惑，看淡生死的豪情，更令人钦佩。过奖了，老胡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连村民那关都过不去。哦，对了，你答应过教我刀法的，没忘记吧？你放心，等回城立刻就。老胡！是蛊离火。武清心没死。区区武夫也妄图杀我，只用最基础的仙法屏蔽了生机，任何顶尖的武者都无法察觉。即便受了致命伤，也只需靠符咒便能完全恢复。这就是仙法，武学永远无法超越它。你们这些武者，拜伏在我们仙人脚下，就连武圣人也一样。哎，清心，我将你送入玄天宗修行20余年，又给了你这么多时间表演，本想着你能拿出点像样的本事，结果就这，换身行头就认不出了。这离火仅一息之间便被轻易覆灭了，他的气息比武清心强100倍不止。错不了，他就是武圣人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为什么我能打破无声灵犀诀的双向感应铁律？为什么你无法提前感知到我？你不配知道！我真傻，20年前做不到，不代表他现在做不到啊！他比当初还要强。对不起，义父，我只是太惊讶您的修为了。我将你取名为清心，便是希望你心境清明，而你偏偏心境差点火候。武道炼神仙道筑基，你是一个都没做到，是怕破境之后也死在我手上，道心彻底崩塌吗？义父，女儿不敢，女儿不敢。也罢，既然你这么想我给你个机会，打败我，证明你有活下去的资格。这么多年，我费尽心思的躲着他，抱着恐惧苟延残喘，这一天终于还是到了。哎，不听话又无能的孩子，可是要被杀掉的。他是认真的，如果我不能赢，
就一定会死。武清心要殊死一搏，正好可以好好看看这武圣人的实力。居然直接上，这要跟武圣人拼武技。我逃了。不可能赢的，我会死，我会死的！回仙门，磕头认错，哪怕受尽折辱，只要能保命，怎样都行。好强！这是武者能做到的吗？当年看你天赋不错，对你还有点希望，如今连逃跑速度都如此平庸，当初留你一命，真是一个错误。好在这个错误可以纠正。义父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想活下去啊！凭什么？凭什么我一定要死？我只是想活着。仙门将我当弃子，而你将我当养料。你知道一辈子活在恐惧中是什么滋味吗？终有一天我会跟我一样，不得好死。我的恐怕真要落得和武清心一样的下场。你怕了？天下武者皆想以武发仙，天下人也皆知，能做到这件事的唯有武圣人。武集会的宗旨是以极致的武力屠尽仙人，方开世太平。可武圣人战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便是屠尽当时的武林世家。强者挥刀向更强者，而弱者才会挥刀向更弱者。杀不了仙人，先杀自己人。喂，小兄弟，你干什么？哼，你这样的人，真能开万世之太平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治世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。对抗仙人至今，牺牲的是成百上千的武学世家，是你的3000弟子，10万袍泽。既然都可以牺牲，那你武圣人为什么不死？有趣，实在是有趣。你这小子比武清心要有趣多了。上来，领死！下来，让我领死！自己找把趁手的家伙。我等你。他没有运气，只是靠肉身便挡住了。既然如此，只能拼死一搏了。我解体！军用枪术，专靠筋肉强劲，再加上天魔解体，的确是一力打力的好法子。但是，天魔解体这种伤敌1000自损1万的功法，除了葬送你的武道之路，没有任何价值。厉害！
不愧是武道魁首，极品的刷分对象啊！匹夫休狂，我会的可不止一个天魔解体。乔家满门用长生拳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何况你一人？乔兄弟，哎，可惜了。世人只知我武圣人为名，却不知道武圣人不是生下来就是武圣人的。前半生，我武道一路高歌猛进，官道也一路亨通，直到仙人战争战败，我抛关弃绝，潜仙武道，创下武圣灵犀诀，并寻到天下前10的至强者们，教了他们完整的武圣灵犀诀，彼此约定10年之后再决战，最终的胜者将集其余强者的武道于一身，以武成圣。当年的天下前10，人人皆可成为武圣人，只是我活到了最后而已。弱肉强食，便是这世上最大的道理。这便是我的武道，而你是弱者，太弱了，连让我吸纳的资格都没有。哼，垂死者断臂，都近1点了，6成出力。这小子为了找机会反击，居然自断一臂，即使身处劣势，意识模糊，身体却依旧死战不退，这样的信心难得啊！乔兄弟，武圣人居然被压制了。传闻乔家秘法多闻叠烂劲，一次出拳只在6、7分力，同时劲力爆发的极短时间内打出第2重击，2重劲力叠加，便如浪涛一般重重叠高，迸发出10成以上的破坏力。乔兄弟，加油啊！打垮武圣人！有意思，你比我想的还有意思。之前吃掉5星星的招式，乔兄弟危险！瞧不起谁呀？现在想吃了我？乔中是乔家最弱的一个，家中尚有诸多长辈高人隐世阻扰，世代追求杀身成仁，与你这个吃人的武圣人是绝配。武圣人，我请问你，担尽我乔家人皮肉骨血，可图仙人否？既然你那么着急找死，那就成全你。乔兄弟，你们也一样，继续恐惧我、憎恨我，去变强。有朝一日，再次站在我的面前，杀死我，是你们唯一的生机。不杀我，不是不杀，是还不到时候。等我们这些果实成熟，他就会来摘取。我不会让你得逞，我要把你今天的事传告天下。那便传遍天下吧，我恭候一切挑战。为什么不杀了我？我这份残躯已经波罗的，别让我白干呐！说话呀，你个老登，你不会不敢杀我吧？一定是怕我家人寻仇。哈哈哈哈哈！堂堂武圣人居然胆小如鼠！想死不想死是你的事，让不让你死是我的事。我懂了，你是想看我以残废之躯苟活于世，生不如死？你真是恶毒！怎么，这就躺平了？滚啊！要么痛痛快快补一刀！
你不是想要练神功法吗？只要你帮我办成一件事，我就给你最顶尖的。刚才打生打死，现在要我为你做事？别着急拒绝。你看，那是南州之地的名胜青明山脉，上面有个道观叫青云观，是玄天宗宗门所在。嚯，这山上祭拜的灯火连绵不绝呀！世人愚昧也就罢了，可最近连大炎皇帝都要去叩拜。那个狗皇帝要拜仙人，哼，已经没骨气到这个程度了。哈哈，仙人不过是一人罢了。皇帝这一拜意味着什么？天子之行，民效仿之，全民拜仙，迷信之风乱行，长此以往，便再也直不起脊梁。之前郑屠户的密信里提到过刺杀一事，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你既有死志，何不在死前干一番大事？刺杀当今大炎皇帝，直面玄天宗一人。此事若成，我自会给你最顶尖的功法。等你功法达成，你可以再次来挑战我。你若死了，你家人来找我寻仇，来多少我也一并接着。最顶尖的功法，我也可以交给他们。我刺杀皇帝的大计又行了，一举两得，有什么理由拒绝呢？好啊，杀了皇帝，再拿你的功法杀你，何乐不为？有种！话说回来，你是怎么变成老胡的？老胡真的存在，还是他就是你？他就是当年的天下第10本尊，我当年赢了他，而后借了他的身份。怪不得你能藏那么多年。看来尾巴都甩掉了，齐正。若有一日我死了，绝不会是为你武圣人而死。误伤其类嘛。你也可以试着杀我。算了，你志不在此。他们来了几个？4个筑基期。玄天宗的确是以武清心为饵，因你现身。物尽其用。为了在皇帝拜仙之前最后一搏罢了。这人刚刚与仙人交过手，而且这人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居然一息便恢复了。啊，差点忘了给他救治一下，他还要去杀皇帝。他眼瞎了一只，一身骨血几乎全废，还断了一臂。不用看了，都这样肯定没得救。无妨。不是兄弟，干嘛？不是，你当我是乐高吗？哇！真的恢复了，这一术比起王宋河恐怕更胜一筹，我的克星又多了一个。齐正，他就交给你了，治好他，早点上路。你们的目标已经在路上了。哼！接下来要说的故事源自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侠客。话说几日前，那武圣人与仙门圣女武清心野外肉搏，在月下打得激情四座。那武圣人俯视着仙门圣女，表情一如既往的冷傲狂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他的语气也如那千年不化的极北冰山。你再敢离开我的身边试试，哪怕是仙门都保不住你。清心，你的弱点就是心境不够清明，让为夫康康，
你的心境有多少长进吧。最后硬生生将那圣女炸成了人干，真是畜生邪魔，居然干出了这种事儿！那可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弟子，养了这么多年，就为他这么平朝阁越发不入流，武圣人的事也敢胡说。武清心是我们武道叛徒，武圣人分明是为了收拾叛徒、打败仙人，才吸收了他的内劲，此乃大义，是为了武道做贡献。呸！你个歪屁股！咱不知道多少人被武技会骗着练那邪门的功法。明天武圣人把你给吃了，你也为武道做贡献，与我何干？武圣人吸食的是3品以上炼神武符，我才8品。原来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但现在江湖上都传开了。30年前武圣人吃了10大高手，最近20-30年武圣人又吃了3000弟子，那么现在呢？以后呢？若他进无可进，你猜他会不会吃了你？你这是在无中生有。但这不是没有可能。放屁！武圣人是武夫的最后希望，若他能剐了仙人，老子让他吸又如何？吸收内劲的功法。乔中，你的伤势如何了？多亏了武先生，我现在完全恢复了。先生这手法当真是活死人肉排骨。齐正大人出手，想来定然无恙了。他冠武姓，也是武圣人那3000弟子之一。这几天和他接触下来，他都没怎么说话。这位是武圣人门下7贤之一。3000人吃的只剩100人，这武圣人所为与武清心的圣女邪教有什么差别？武清心2巴掌，他更是降龙10巴掌。那武先生的绝技是医术吗？我的伤势居然3天就好全了，这医术比王颂和可离谱多了。医术也是，血肉百变方才入门，你自然感觉不出来。你知道血肉百变？哦对，这本就是武圣人起草的功法。真正的血肉百变是上3品的炼神武夫才能使用的奇术，你手里的不过是基础片。那我能有幸获得真正的血肉百变吗？皇帝在虎城的消息属实吗？喂，话别说一半呐！莫明志传来的消息，他是上任星玄使，应该错不了。且虎城离清明山最近，永和帝由赤阳道人护送，已落脚虎城，不奇怪。皇帝跟个泥鳅似的，这次消息要是不对，咱们怕是得直接打上清明山了。你倒是有趣，刺杀9死1生，你却当成美差。若是一去不回，便更美了。如此新鲜，难怪武圣人不杀你。哈哈哈哈！放心，兄弟，有事我断后，你只管跑。武圣灵虚学吸纳了炼神武夫的神，你很有潜质，将来定能踏上炼神之道。武圣人把你牵扯进这件事，是想把你培养成将来的武道种子，或者武道资粮。你只有活，才算是过了他的考验。活？我啊，这听起来难度有点太高了吧？我死了不算，功法寄给我乔家人也一样，我没意见。努力活下去吧。我们先去明月宗与莫明志会合，商讨自杀计划。星玄使，你去通知武圣人。是。这么大的门派也是武集会的，怎么也没个人啊？会不会是陷阱？无人迎接，确实奇怪。血腥味儿，出事了！进去看看，武圣人应该也在赶来的路上。若真是千门陷阱，反过来将玄天宗的修仙者擒获，逼问情报，也不失为计策。这话应该我说吧？你个神医怎么比我莽？这……来了，等你们好久了！放开那个医生，我来。乔州，莫明志巅峰期是4品武夫，70年迈掉到了6品。区6品，狂什么？不过莫明志吸了门下诸多弟子的气血与功力，眼下可能比他壮年巅峰时期还要强。下次先说重点。这他妈4品，70岁这么猛？为何要反抗？我比你强，你反抗也是死路一条。不如束手就擒，让我好好洗纳功力，彼此留个体面。哼，不愧是武集会的老人，这扯淡的歪理和武圣人如出一辙。他内劲比我强出5-6成，但只要天魔解体，就足以压制他。天魔解……不对，我还不能死，下次再解体吧。用轻功以速度拉开距离，不错的主意。可惜，现在的莫明志不是这种讲道理的人。成了，胸骨碎裂，只要我再周旋下去，
胜算便在我这边。没反应。不对，这家伙再以伤换伤。注意到了，莫明志现在神志不清，每一次出手都是有攻无防，他是冲着杀了你去的。有攻无防，这打法有点眼熟啊！要是以前这么干脆的敌人我求之不得，但现在我得活，束手束脚打得真憋屈。如果你还有别的底牌，我劝你尽早拿出来。到此为止吧。我干嘛要想那么多？要打就打个痛快！天魔解体！这才痛快！别活口！是吴奇正大人吗？老朽要死，也希望能死在武圣人的手下，由他来吸纳老朽这一身功力与气血。当然，这功力若是吴奇正大人想要，也可拿去。他是被我打清醒了。你气血充沛，虽然重伤，但不致死，没到交代遗言的程度。而且比起遗言，不如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。昨日，我在虎城无意间撞见了玄天宗的赤阳道人。赤阳是护送皇帝的人，因而我便仔细追踪。随后不久，赤阳便出现在了明月宗。赤阳为了不暴露皇帝的行踪，来灭口。非也，我试探过，他似乎并不担心皇帝的行踪被我们查到。他来此是为了探查一件事。探查什么？难道是武圣灵犀诀？儿啊！这吸收内劲的功法也不怎么样，吃的再多也不过是凡俗武夫。明月玄天之武，尔等也配担明月之名？近日来，无圣人的传闻扩散，赤阳也听说了。他为了试探功法威能，便上门挑衅，杀了我儿与我门下诸多弟子，简直胡闹！他拿人命当什么？你失了爱子，又被毁了半生心血，所以才失智误吸幸存弟子。不是误吸，有埋伏。莫明志，你这是何意？背叛武集会？还是说你要把我俩也一起吃了？非也，非也。我现在只是区区一线人，不谎报情报，怎么能将武圣人吸引过来？我本来也老了，倒不如舍了这垂老身躯，请武圣人先杀我，将来再去杀那一人。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，我等也愿为杀一人而死。他们都是因一人而家破人亡的武者，心性都还过关。我也传授了他们武圣灵犀诀，再加上如今重归四品的我，有资格成为武圣人的食粮了吧？不可理喻，为何要为武圣人而死？我等并不是为武圣人而死，而是想为天下武道魁首而死。如今的民众已经忘记了当初的屈辱，各大道观开进了河阳府城这样的大城，民众逢年过节烧香拜神，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。可百姓怎知，所谓天灾，有多少是一人为了收拢民心造就的？赤阳师兄对香火之道颇有心得，可否指教一下师弟我？这香火之道嘛，讲究一个度。这大燕王朝就得乱，不乱不行，但太乱也不行。尘世苦折，百姓困苦，心有迷茫痛楚不可解，才有更多的民众烧香敬神，寻求心理慰藉，提供源源不断的香火月。要是人人幸福美满，那还有多少人会向往膜拜仙人？师兄果真高见，
不会是到太烂也不行，又是什么说法？若是战乱、天灾饥荒导致人口大幅锐减，自然也不行。所以才有清明镇这样的小镇，专门庇护信众居住。长此以往，我等将彻底沦为一人豢养的牲畜。县城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、落草为寇，难不成也是被仙人所害？仙道强，巫道弱，巫道落后仙道空有千年，但这世上也有以武入道的传说。武圣人就是我辈武夫最大的希望。我等愿为武道魁首挑战一人的垫脚石，哪怕只能缩短1、2差距，也心甘情愿。我等愿为武道魁首的垫脚石。使你们个头！不知小儿你懂？别对我说话，你嘴臭。人不自救，天难佑。哼，扯了张救世的大旗，也兜不住你们的自我感动。既然说是为了天下百姓，百姓中不包括你的弟子吗？他在被你吸干时发出的哭声，你可曾听到？不，这都是为了武道。武圣人，这就是你们的遗言。自觉无力对抗敌人，在万年聚会之后，便将希望寄托在所谓武道魁首的身上。一群懦夫，想成为我的垫脚石，你们还没有这个资格。既然明月宗消息是假，那我们继续去寻找永和帝下落。不必了，其他分不出来消息，永和帝已经抵达了清明镇。入了清明镇，必然就进入了青云观。在路途中伺机刺杀皇帝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，要么就此放弃，要么直入青云观，强杀永和帝。哎，两位贵客，里面请。真是奇了，这一路走来，没看见清明镇有什么农户农田，反倒都是置办香纸烛火的店铺。难道这镇上的人光靠经商、出租房屋给外地香客就够过活？二位客官外地来的吧？玄天宗的仙长们怜我等生活困苦，因而只要我等每日诵念道经祷告，按时上山拜神，便可衣食无忧。当然，这还得是当地镇民才行。这镇民的户籍可不好到手啊！10年来日夜祷告，一日不能断。但比起朝廷增长的赋税，这已是天大的美事。别的城镇税收都收到20年以后了，大家吃饱饭都是难事。所以清明镇的门槛都快被南州各地的流民给踏破了。我记得前世杀猪场也见过类似的玩意儿，啊，是吗？但人活在这世上，钱粮之事总是少不了的。不是生产镇民生存所需的钱粮，仙长们又是从哪里得来的？仙长们神通广大，兴许就是凭空编出来的呗。二位客官好好歇歇，有需要您随时吩咐。收朝廷弹劾的钱圈养自己的信徒，骂名都让朝廷背。艺人们这算盘敲得真响。唐好，还得辛苦神医你出手救治。好说。不管看几次都很震惊啊！是吗？你也试试。你身上的外伤不妨事，倒是天魔解体大法造成的经脉内伤有些麻烦。我的血肉进入你的身体之后，可以帮你省却身体消化吸收的过程，直接修补你的身体内部。3天时间足够修复你的经脉损伤了，不影响你参与刺杀皇帝计划。3天？你们知道皇帝具体的参拜时间？下个月初1，黄道吉日，宜烧香拜神。行动在即，这本功法给你。啊！哇，血肉百变，是你之前说的全篇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，这是武圣人的意思？算是我的意思。什么叫算？你别话又说一半啊！乔征，包括你在内的那几名乔家人，都是重道以轻生死的好汉，但还希望你能多顾及一下自己的性命。武圣人向来刚愎自用，只信他自己。这次行动他有什么底牌和手段？他的实力又到了哪一步？连我都不清楚。你是怕我错信了他，想舍生取义却白白送死，就像莫明志那样？哼，真正舍生取义的人，谁人不敬拜？但莫明志不是，我也不是。信任武圣人的人，基本都已经死了。话又说一半，这个武七正似乎对我相当友善，是同类相怜还是暗藏祸心？我求高质量的死亡，可我也有我自己的坚守。我与武集会本就不是一路人，更算不上同盟伙伴。
数量过百的玄天宗众仙，大言朝廷如何与这玄天宗众仙为敌？朕当然知道，与玄天宗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。若朕今日只是以一个普通香客身份叩见，将来日后还能周旋一番。永和帝既见众仙，为何不拜？为何不拜？不拜？为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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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拜？请陛下拜神！以联手之名让朕来南州，实则要让天下人皆知朕跪于他们面前。可朕又有何法破局？或许全心投靠清玄宗才是正道。陛下，这些香客不对劲。今日拜神的上千香客都是山脚下仙宗豢养的虔诚信众，他们心中早就被种下了一颗种子，待到合适的时候便会破土发芽。而此刻没有发生的香客，便是武集会的刺忍住，不可坏了大计。区区凡人，怎知我仙宗威能？吵死了！陛下，好险！方才被仙门乱了心智，是何人帮了朕？没人要帮你，我是来杀你的。他是何人？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贸然上前？这般莽撞就是送死，那可是……给我移！万法剑诀！犯我玄天者，诛！哎呦，什么情况呀？这是打起来了！青阳长老正在教训武集会的武夫，真的假的？我去看看。哎呦，别去！飞沙走石太凶险，前面的人都下来了。未到炼神，无法料敌先机。这剑阵之下，他必死无疑。一群莽夫，看清楚，这就是凡人与仙人的差距。站那么高，不冷吗？这不可能！你的生机明明已断，为何此刻生机更加逼人？大仙儿，你怕了？练武仙救我，不成疼啊！我发现血肉百变，可以阻止伤口恶化，甚至能稍微移动自己的器官位置。血肉百变小成，可控制肉身变换，血肉百变可移器官，防止恶化，伤不致命。长生加点，此次古怪的很。若是落败，我玄天宗颜面无存，师兄长老一定会降下重罚，不能输，必须杀了他。既然我的武器无法破开你的防御，什么？那你就尝尝自己的法器吧！他就能反将一军，
莫非武道之路当真能与修仙抗衡？臭小子，我可还没出全力呢！是阳龙息符闪，正好！我发现自身和敌人作战有优势，这特效太足了，足以直接毁尸灭迹，重生都省事了不少啊！正面接下我这一击，炼神武者也无法幸存，我看你怎么……你在找我吗？没用，连个小喽啰都对付不了。果然没那么简单。怎么，本仙好心救你，大炎皇帝还不快拜谢？欺人太甚！陛下小心！虽然不知道刺杀行动的全盘计划，但计划的大概方向我也能猜得到。武圣人，你终于来了！放着你的小喽啰大闹一场，还是忍不住出手了。武圣人以武逆行伐仙，必然引起仙门震动，那时候便是刺客们将永和帝一举击杀的最佳时机。但这里是玄天宗的主场，修仙者的数量不会少，机会只在须臾之间。我刚刚充其量不过是替他探个路罢了。今日是永和帝拜神的日子，蛰伏40年的阴沟老鼠武圣人也现身了，可谓双喜临门。诸位师弟，随我诛杀武圣人！起！凡人武道魁首，你这数十年的确有所长进，只可惜逆入魔道，当诛！我是魔道，那你们就是仙道。是魔是仙，胜者说了算。